温云英睁开眼，竟重生在了被渣男忽悠去打胎的路上。上一世，她因为被穿越女堂姐温之夏挑唆，听信竹马渣男蒋怀谦的甜言蜜语，和老公沈彦舟离婚，还瞒着对方偷偷要孩子，最后落得个死于他乡的下场。英英，放心，等你将肚子里的孩子后，我们立马就去领证，比跟沈彦舟那个常年不在家的人过日子强多了。上一世，她就是被这番话哄骗，跟着蒋怀谦去了诊所，掉了和沈彦舟的孩子。后来才知道，蒋怀谦转身就和军官女儿结婚避，而她成了无依无靠的小姐，最终病死在下乡的破屋里。我怎么会在这里？这不是去诊所的路吗？孩子，我的孩子还在。直到死后，她才知晓自己是年代小说里的恶毒女配，原是书中女主，却在穿越女堂姐温之夏到来后，被抢走灵泉空间，搅黄婚姻，沦为被渣男利用的工具人。重活一次，我绝不能再犯傻。这孩子我要定了，还要在运动来之前囤好物资，去部队找沈彦舟。温之夏想抢我的空间玉佩，这辈子没门。怎么了，英英？发什么呆？诊所离这不远了，医生我都打好招呼了，打完胎没人会知道。你想想，沈彦舟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面，你怀着他的孩子，以后一个人多辛苦。温玉英盯着蒋怀谦的脸，记忆瞬间清晰。这是他跟沈彦舟提离婚，对方递交申请的第2天，上一世就是今天，他亲手失去了孩子，也彻底掉进了深渊。不用去诊所了，这孩子我不能打。沈彦舟虽然话少，但他至少不会让我随便放弃自己的骨肉，也不会让我一个人硬扛。你怎么突然拎不清了？沈彦舟是军官，常年在部队，你怀着他的孩子，受了委屈都没人照顾，我们俩一起过日子，我天天陪着你，不比你一个人强。蒋怀谦嘴上说怕他受委屈，心里却急得发慌。他早就知道放的消息，等着温玉英自己好顺理成章跟军官女儿结婚，靠军属身份避。他怕的不是温玉英受苦，是怕这孩子耽误他攀高枝。跟你一起过日子，是真心陪我，还是因为周姨给你介绍的那位女儿？我听说跟她结婚，蒋家就能靠上关系，不用被，这才是你急着让我打孩子的原因吧？你别听外面人乱传，我跟那位同志就是父辈认识，哪有什么结婚必放的说法？英英，我心里只有你，这辈子我只想跟你过。温玉英看着他慌乱辩解的模样，只觉得上辈子的自己太蠢，明明对方的谎言漏洞百出，他却被心里只有你的甜言蜜语蒙住眼，连沈彦舟默默寄来的生活费、休假、特意来护士看他的心意都视而不见。乱传！温之夏前几天还跟我说，看见你跟那位军官女儿去百货大楼买手表，说你对人家很上心，他还劝我别太相信你画的饼。温之夏，他怎么能这么编排？我们明明说好，他知道你跟沈彦舟过的委屈，会帮着劝你，他怎么反倒帮外人说话？别再找借口了，蒋怀谦，不管你跟他有什么约定，我都不会再跟你走，不会打这个孩子。英英，你怎么说变就变？之前你明明说跟沈彦舟过不下去，等离婚了就跟我一起过，现在怎么又护着他的孩子？温玉英怀孕才2个月，肚子还不显怀，但她怕动作太大伤到孩子，只能轻轻挣扎。余光瞥见路边围过来的大爷大妈，她心里一紧，17破坏是重罪，这是她唯一能自保的办法，也是让蒋怀谦彻底死心的办法。有人非礼啊！我已经结婚了，丈夫是军人，我还怀着孕，他这样纠缠我，是破坏军婚。好小子，光天化日欺负怀孕的军嫂，还敢破坏军婚！17，你打真大！我去叫巡逻警察，你们先按住他，别让他跑了。跑不了，军嫂你别怕，我们会看着呢。等警察来就送他去派出所。别抓我，我们是朋友，他只是跟我闹别扭，我没有破坏军婚。朋友，人姑娘口袋里揣着结婚证呢，照片上的军官同志清清楚楚，你这叫耍流氓！等警察来了，看你怎么。温同志，蒋怀谦说他以为你和沈军官感情破裂，正在离婚，才想追求你，并非故意骚扰。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考虑到他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这个事情你看要不要就此了结？温玉英心里清楚，蒋家在护士有点人脉，硬要追究也讨不到太多便宜。他真正的目的不是惩罚蒋怀谦，而是断了他以后纠缠的念头，避免影响自己去部队找沈彦舟。麻烦警察同志帮我转告他，如果他再来找我，我就把他跟那位军官女儿的来往细节告诉他的家人和部队领导，毕竟军属家庭最看重品行，他应该不想丢了这门亲事。温玉英精准戳中蒋怀谦的软肋，他之所以急着让温玉英打，核心就是想靠军官女儿的关系避。要是这事闹到对方家人和部队，他的就彻底碎了，自然不敢再招惹温玉英。师傅，麻烦快点去静安路小洋房，我有急事。上一世温之夏说帮我找城里工作，把我的玉佩骗走了，这辈子我得赶紧拿到手。这玉佩里的灵泉空间是我和孩子的保命。这个女人无意间发现家里的祖传玉佩里面竟然有空间，直到死后她才知道，这枚玉佩里藏着灵泉空间，里面的灵泉水能缓解病痛，滋养身体。温之夏压根不会医术，全靠这枚玉佩混进部队当军医，一步步接近沈彦舟，抢走本该属于他的人生。温玉英坐在梳妆台前，捏着玉佩，狠下心咬破食指，将血滴在玉佩上。
真的有反应，这就是空间。灵泉、灵田跟我死前知道的一模一样。温玉英蹲在灵泉边，捧着水喝了一口，好舒服。之前隐隐作痛的小腹一下子不疼了。宝宝，以后妈妈有灵泉水护着你，再也不让你受委屈。温玉英蹲在灵田边规划种什么，突然一拍脑门，她跟沈彦舟的离婚申请，昨天已经被沈彦舟提交到部队了。要是离婚报告批下来，她连军属的身份都没了，更别说以妻子名义去随军，必须尽快联系上沈彦舟撤销申请。温玉英快步出空间，走到客厅座机旁，语气懊恼：糟了，怎么把这事忘了？要是能早一天醒过来，就能拦住沈彦舟递申请了。温玉英拿起话筒，开始打电话。你好，这里是云省军区通讯室，请问找谁？你好，我找沈彦舟，我是他家属温玉英，有很重要的事想跟他说，关于我们之前提的离婚申请。温玉英特意提及离婚申请，是怕通讯室的人以为他只是普通家属，不重视，也想通过这个话题让沈彦舟知道他的真实意图。他不想离婚，想跟他好好过日子。好的，温同志，您报一下联系方式，不管沈军官现在有没有空，半个小时后我都会回拨过来，您留意电话。以前总觉得沈彦舟冷，不想跟他去部队，也不想去京都。现在才想起来，他每次休假都会来护士看我，给我带部队的压缩饼干和水果罐头。我随口提过喜欢吃护士的糖糕，他下次来就会带一大包。这次怀孕也是他上次来护士陪我才有的。这时候座机突然响起，温玉英慌忙抓起话筒：喂，是沈彦舟吗？我有话跟你说，关于离婚申请。抱歉，温同志，沈军官今天早上刚接了紧急任务出队，归期还不确定。等他任务结束回部队，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他您来过电话，重点转达您想谈离婚申请的事，让他给您回拨。又出任务了，离婚申请都递了，等他回来，会不会已经批下来了？他会不会以为我真的想离婚，不肯原谅我？温玉英坐了10分钟，猛地站起身，不能等了。温之夏是穿越者，肯定早就开始准备应对放的物资和关系，他必须尽快把家里的字画、珠宝搬进空间，再去囤生活物资，避免重蹈上一世家产被充公、缺衣少食的覆辙。爸妈藏在密室的这些字画、珠宝，上一世被温之夏举报后全被充了，这辈子我提前收起来，绝不让他得逞。有这些东西，去部队后也能换点钱票应急。这时候王妈拎着菜篮回来，看见家里被搬空了，吓一跳。小姐，您在家啊？家里怎么空了大半？是不是遭贼了？不是贼，我要去部队找沈彦舟随军。王妈，这是您这几个月的工钱，还多给了3个月的，您拿着，明天起就不用来了。您在我们家做了那么多年，谢谢您一直照顾我。早就该这样，小两口哪能一直分开过？沈军官是个靠谱的，你去了那边好好跟他过日子，别再耍大小姐脾气了。魏英辞退王妈，一是怕王妈太了解她，发现空间的秘密；二是王妈年纪大了，跟着去部队也不方便，不如让她拿着钱在护士安度晚年。第二天天刚亮，温玉英背着装满钱票的背包去了护士最大的万通商场。这里是护士少数能买到进口货的地方，虽然价格贵，但他父母留下的遗产足够支撑。上一世他没机会享受，这一世他要多囤物资，为去部队后的生活做准备。老板娘，您这所有种类的种子，每样给我装10袋。要是有的种子不够10袋，有多少装多少，我都要。我去部队随军，那边买菜不方便，想自己种点新鲜的。姑娘是军嫂啊，真贤惠。好几种冷门种子，平时买的人少，确实不够10袋。我给你尽量多装，以后想吃新鲜菜，随时来买。温玉英提及随军自己种，既解释了买大量种子的原因，避免囤货过于夸张。桂圆同志，这排的洗发水、沐浴露，还有那边的纯棉床单被褥，我全要了。部队那边条件可能简陋，这些东西带着用着舒服。这个女人一进商场就买了几卡车生活物品，把其他人都惊呆了。好的，军嫂想得真周到，我这就叫人帮您打包，保证给您装严实。上一世在乡下用粗肥皂，身上脱皮，睡糙床单长疹子，这辈子这些东西得多囤点，我自己舒服，宝宝也能少遭罪。从商场出来已经下午1点，温玉英请3轮车师傅将几大箱物资送回家，反手全部收进空间，空间有保鲜功能，不怕物资变质。第二天凌晨4点，他又坐3轮车去了黑市，因为市场上的肉要肉票还供不应求，只有黑市能买到不用票的新鲜肉，而且能买大量的，够他和孩子吃很久。师傅，麻烦您送我去黑市那条巷子，我要去部队找我丈夫，买点肉和鸡蛋带过去，路上要走几天，肉腌起来能放久，鸡蛋也有营养。去部队看丈夫啊？你丈夫是军人吧？保家卫国的英雄。你放心，我送你到巷口，等你买好东西再帮你搬上车，保证不耽误你时间。小哥，这一头猪肉我全要了，麻烦您称一下多少斤，买这么多能不能优惠点？我明天还想来买，要是有牛肉也给我留着。小姐是要囤着吃吧？这肉有174斤，您买整只我给您算便宜点，外面卖8毛8分1斤，给您算8毛，不坑您。不过您得用盐腌起来，不
不然天热容易坏。谢谢小哥，我会腌的，明天我一定早点来，麻烦您多留些好肉，我怀着孕，想给孩子补补营养。没问题，您怀着孕要多补营养，明天我给您留最新鲜的五花肉和排骨。温玉英让师傅将猪肉和买的鸡蛋、布料一起送回家，刚把东西收进空间，就听见院门外传来温之夏的声音。他瞬间明白，温之夏肯定是从蒋怀谦那知道两人闹掰了，来打探他的动向，说不定还想劝他别去找沈燕洲，避免自己的女主剧本被打乱。英英在家吗？我给你带了刚买的进口苹果，听说你昨天不舒服，特意来看看你。我今天还是不太舒服，想好好休息，你先回去吧，苹果也不用了，谢谢你的关心。温玉英靠在门后，心里清清楚楚，温之夏根本不是来关心他，是来打探消息的。上一世就是这样，温之夏借着送东西说心里话的名义，骗走了他的玉佩，还套走了家里密室的位置，最后举报充公。不舒服是不是因为蒋怀谦？我就说他靠不住。你跟沈军官的事情怎么样了？还打算离婚吗？要是你想通了，我还能帮你介绍城里的工作，不用去部队受苦。温之夏的话藏着两层目的，一是挑拨温玉英和蒋怀谦的关系，让温玉英彻底孤立无援；二是打探是否离婚。要是温玉英点头，他就有机会接近沈燕洲；要是温玉英想和好，他就想办法用工作留住温玉英，阻止她去部队。我跟蒋怀谦怎么样？跟沈燕洲要不要离婚，都是我的家事，就不劳你费心了。倒是你天天记我的事，不如多想想自己。你要是真闲，就找个人好好过日子，别总盯着别人的生活挑挑拣拣。英英，你怎么这么说我？我是真心担心你才来的，你怎么把我当外人？我们可是堂姐妹啊。两人说话的声音不小，隔壁的林教授听见动静，打开院门走了过来。林教授是看着温英长大的，知道温英父母去世后他过得不容易，上一世也劝过他别跟沈燕洲离婚，是少数真心对他好的长辈。之夏，英英都说不舒服想休息了，你就别在这打扰她了，先回去吧，有什么事等她好点再说。哼，英英没事吧？是不是她又说什么不好听的了？林伯伯，我没事。跟您说个事，我打算离开护士，去部队找沈燕洲随军。以前是我太任性，现在想通了，夫妻还是要在一起。早就该这样。小沈那孩子年纪轻轻就是军官，前途好，对你也上心。上次他来护士，还特意问我你喜欢吃什么，想给你带礼物。你呀，收收大小姐脾气，好跟人过日子。明天就去街道办打随军申请报告，别又拖着变主意。我知道了，林伯伯，以前我太糊涂，没听您的劝。这一次我肯定不反悔，明天一早就去办申请。温玉英送林伯伯回家，回到客厅后，目光落在座机上，已经2天了，沈燕洲还没从任务中回来。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拿起话筒再次拨了部队的电话，不是不信任沈燕洲，是怕离婚申请批得太快，自己没机会解释。喂，通讯是吗？我是温玉英，想问问沈燕洲回来了没？之前打过电话，他出任务了，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跟他说，关于离婚申请，我想撤销。抱歉，温同志，沈军官还没回部队，任务可能还需要几天。您要是着急，我可以帮您备注加急，他一回来我就通知他给您回电，您看可以吗？不用麻烦了，谢谢。我不等了，明天就去街道办申请去云省。沈燕洲的部队在云省，我亲自去找他，当面跟他说清楚，比在电话里等更靠谱。温玉英决定亲自去找沈燕洲，一是怕电话里说不清楚，二是朝越来越近，他怕留在护士被温之夏算计，三是想尽快见到沈燕洲，弥补上一世的遗憾。宝宝，明天我们就去办随军手续，买火车票去云省找爸爸。这一世，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好好过日子，让你在爸爸身边平安长大。温英不知道，温之夏离开后，回到家就翻出纸笔，开始写举报信。他要举报温家藏匿资本家财产，想让温玉英被留在护士接受调查，无法去云省找沈燕洲。而沈燕洲的任务究竟什么时候结束？温玉英的随军申请能不能顺利批下来？他能不能避开温之夏的算计？他的寻夫之路才刚刚开始，充满了未知与挑战。温玉英对走别有用心的温之夏后，回到家继续整理物资，却不知温之夏回到家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不对劲，温玉英前后态度怎么差这么多？以前我劝她跟沈燕洲离婚，跟蒋怀谦在一起，她都听我的，现在连门都不让进，她到底在藏什么？之夏又去找你堂妹了，有没有发现不同寻常的地方？是啊，不知道她发什么疯，对我态度差得很。爸，您都问过我好多遍了，她家没什么可疑的，也没发现隐秘角落啊。你二叔当年藏了不少家产，肯定就在他那小洋房里，他不让你进门，8成是发现了那笔钱，故意防着我们。现在冬要来了，有这笔钱我们才能避免。爸，你还在惦记二叔的财产？魏玉英毕竟是我们堂妹啊。哼，堂妹，他们家当年要是把我们当亲戚，会偷偷藏钱不告诉我们。你二叔二婶都死了，
她一个孤女，哪配守着那么多财产？今晚让你表弟刘耀祖去一趟，他一直挤温玉英的门，你让他找到最好，找不到就他的。他是为了明姐肯定不敢。沈燕州知道了也会跟他离婚。没了沈燕州的庇护，她一个孤女，还不是任由我们拿捏？要是被人发现，就说他俩是情投意合，我来想办法。这大师级会不会太冒险了？富贵险中求，刘耀祖有勇无谋，出事了也能推到他身上。快去叫他，今晚就动手，别让温玉英把财产转移了。好，我现在就去找表弟。温玉英此时正在家里规划第二天的囤货，完全不知道自己拒绝温之夏进门的举动，竟让大伯误以为他发现了家产，还策划了偷财加毁名的毒计。而他曾经给过温之夏的家门钥匙，成了对方即将闯进来的通行证。温玉英将家里剩余的贵重物品收进空间，疲惫地躺在床上休息，心里盘算着明天去黑市买完肉就办随军证明。可睡到半夜，突然一阵轻微的腹痛让他惊醒，重活一世，他对肚子里的孩子格外敏感，这阵腹痛像是某种预警。肚子怎么有点疼？宝宝没事吧？就在这时候，他突然听到楼梯口传来极其轻微的脚步声。温之睡前明明把门窗锁得好好的，对方却能悄无声息进来。他突然想起温之夏以前拿过他家钥匙，瞬间明白是自己人作祟，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害怕的全身都僵硬住了。温玉英屏住呼吸，心念一动，空间，身体瞬间消失在卧室。躲在空间里，温玉英能清晰听到外面的动静，房门被轻轻推开，有人走到床边掀开被子，发现没人后，开始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动作粗暴，像是在找什么贵重物品。肯定是温之夏派来的。大伯和堂哥爱惜名声，绝不会亲自来冒险，只能是我那个色眯眯的表哥刘耀祖。上一世他就总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看我，这一世竟然敢闯进来害我和宝宝。外面的人翻完卧室，又去了隔壁房间，脚步声渐渐远去。温玉英知道，对方没找到东西，绝不会善罢甘休，甚至可能杀人灭口。他攥紧拳头，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让这些想害他的人付出代价。反正他有空间，就算被发现，也能随时躲起来。不能放过他们，这一次我要让他们绳之以法，先锁上门，不让他跑掉。大伯一家自私得很，绝不会拿自己的名声冒险，外面肯定没人放风。温玉英冲出小洋房，身后的屋子里还藏着不怀好意的闯入者。他不敢耽搁，直奔隔壁林教授家。上一世林伯伯就真心对他好，这一世也是他唯一能信任的人。英英姐，怎么了？大半夜的你怎么跑出来了？有人偷偷闯进我家了，现在还在屋里翻东西，我趁他不注意偷偷跑出来的。快借你家座机报警。什么？大半夜闯民宅？之意你盯着英英家的大门，别让贼跑了。我去叫街坊邻居，再去派出所报信。英英别怕，先进来歇会儿，我这就打电话报警。你一个小姑娘，真是吓坏了吧？林教授动作很快，没多久，附近小洋楼的灯全亮了。住在这里的都是高知分子和科研人员，听说有贼闯民宅，都担心自己的安全，纷纷出来帮忙围堵。而派出所离得近，几分钟后，警车就鸣笛赶到了。刘耀祖翻遍卧室和书房，都没找到财产，烦躁跺脚。突然看到窗外灯火通明，立马慌张起来。糟了，怎么这么多人？暴露了！姑父不是说温玉英一个人住，没人会发现吗？同志，闯民宅的人还在屋里吗？在，我们一直盯着大门，没人出来过。这个男人为了侵占侄女的家产，竟然叫人去谋害他侄女。警察同志，我出门时把大门反锁了，这是钥匙，他没暴力撬锁，肯定是有我家钥匙。我以前给过我堂姐温之夏钥匙，大概率是他给的。好，我们现在进去抓人。警察破门而入，很快就在书房抓住了慌不择路的刘耀祖，还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把水果刀。街坊邻居都松了口气，纷纷安慰温玉英，说她运气好，没被贼碰到，却没人知道是他的空间救了他和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要闯的，是我姑父温玉山让我来的，他让我找温玉英家的财产，找不到就毁了他的清白，是他逼我的。刘耀祖被警察带走，街坊邻居也渐渐散去。温玉英跟着警察去警局做笔录，他知道这是扳倒大伯一家的好机会。上一世他们诬陷他藏着资本家财产，这一世他要将计就计，让他们自食恶果。温同志，你认识闯民宅的人吗？认识，他是我堂姐温之夏的表哥刘耀祖。他们一家跟刘耀祖感情很好，只要是他们吩咐的事，刘耀祖都会去做，从不推辞。你的意思是你堂姐一家指使他来的？我没有直接证据，但我跟刘耀祖无冤无仇，他不可能平白无故闯我家。而且我家门窗完好，他能进来肯定是有钥匙，我只给过温之夏钥匙，除了他没人能拿到。警察同志，我父亲温玉言以前是沪市知名的企业家，2年前去世了。
我严重怀疑闯进我家的人或者背后指使的人是破坏国家团结的不法分子。我们那片住了很多国家科研人员，谁知道他是只闯我家，还是想对那片区的科研人员下手？温玉英故意把事情往破坏团结上引，一是为了引起警察重视，二是为了给大伯一家扣上更大的帽子。他知道家产已经被他收进空间，等运动来了，就能把这笔账赖到大伯一家头上。上一世他们诬陷举报自己，这一世他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说的情况我们会重点调查，凡是讲究证据，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绝不放过任何不法分子。大伯一家爱惜名声，又怕被肯定扛不住，早晚得把惦记家产、指使刘耀祖的事抖出来，到时候他们就自顾不暇了，再也没心思害我。做完笔录，林之义打了辆3轮车送温玉英回家。看着被翻得一片狼藉的屋子，温玉英没心思整理，直接把床收进空间，在里面美美的睡了一觉。有空间在，既安全又方便，这是他上辈子想都不敢想的底气。他知道护士不能再待了，明天必须办完所有事，尽快离开。第二天一早，温玉英从空间出来，没理会屋里的狼藉，第一时间赶往黑市。他之前跟卖肉的小伙子约定好，还要买肉，而且这是他在护士最后一次囤货，必须尽快完成。得赶紧去黑市买完最后一批肉，以后就不来了，免得温之夏一家再生事端。同志，你可来了，我们按约定等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没事，有点事耽搁了。我说了还要肉，肯定不会爽约。今天还有猪肉吗？有，刚杀的肥猪170多斤呢，还有我们老乡的牛肉，你要不要？牛肉7毛1斤，你全部都要，我给你少2分，6毛8一斤，划算的很。要，猪肉牛肉我全要了，麻烦帮我抬到昨天那条巷子，等会儿有车来接我。温玉英让小伙子们把肉抬到巷子后，打发他们离开，立马将肉全部收进空间。空间有保鲜功能，不怕变质，以后去部队没肉吃，沈彦洲又有任务不在家，他就能偷偷拿出来给宝宝补营养。肉已经囤完了，接下来必须尽快办好随军证明，买火车票去云省找沈彦洲，晚了可能会有变数。同志，你要办去云省的证明呀，那边条件贫苦得很，你长得娇滴滴的，看着就是家庭条件好的，能受得了那边的苦吗？我丈夫在云省部队，我去随军，夫妻在一起，再苦也能扛，总比一个人在这边担惊受怕好。说得对，夫妻就该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证明给你，拿着这个就能去火车站买火车票了。你的决定很明智，上面很快会有新政策下来，去部队是个好选择，比待在城里安稳。果然，运动要来了，主任这话是在提醒我，得尽快走，不能再耽搁了。拿到随军证明，温玉英一刻不敢耽搁，直接赶往火车站。他知道温之夏一家迟早会知道刘耀祖招供的事，说不定会来拦他，必须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离开护士。宝宝，再坚持2天，我们就能见到爸爸了。这一世，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绝不会让你受上一世的苦。同志，买票去哪里？云省，我去随军。请问有后天上午的卧铺吗？最好是4人间的，人少清静，对宝宝好。 4人间的卧铺卖完了，最近的一趟是后天上午10点，只有8人间的卧铺了，要不要？好吧，那就8人间吧。宝宝，委屈你了，到时候妈妈会保护好你的。等等，今早有个去云省的同志来退票了，就是4人间的卧铺，我再帮你查查还有没有。还真有，同志，4人间卧铺还有最后一张，要吗？要，谢谢你们，真是太幸运了，真是妈妈的锦鲤宝宝。昨晚是你提醒妈妈有危险，让妈妈躲过一劫，今天又帮妈妈抢到4人间卧铺，有你在，妈妈什么都不怕。上一世妈妈没能保护好你，这一世一定加倍爱你，让你平安长大。温之夏刚跟朋友逛街回到家，就看见自家门口围满了警察，院子里还站着几个神色严肃的警员，正有条不紊地搜查着房屋。他的父母和兄长都被警察控制在一旁，双手被反扣，脸色惨白。你们这是干嘛？非法入侵我们家！赶紧放开我爸妈和我哥！正在屋内搜查间谍信件的警察们闻声，纷纷转头看向温之夏。非法入侵，我们赶上门，自然是有搜查令。我不知道我们家犯了什么事，需要你们这样大动干戈的搜查屋子。警察没有回答，只是朝着身边的同事使了个眼色。2名警员立刻上前，将温之夏也控制了起来。放开我！你们想干嘛？这是屈辱！我要投诉你们！再嚷嚷，信不信我们把你的嘴给封起来？温之夏吓住了，他终于消停了下来。他下意识地看向父亲温玉山，却见温玉山朝着他用力摇了摇头，示意他别说话。别东张西望的，老实站好。完了，难道是刘耀祖那边出了问题？这个时代对间谍的处罚可是很严重的，
我们家要是洗不清嫌疑，就全完了。怎么样，搜查出什么东西了吗？警长，就搜查出这么一封信，其他没有了。警长接过信，打开一看，里面写的全是英文，他一个字也看不懂。将东西收着，带着这里的人全部都回警局再说。国家自然聘请了专业的翻译人员，信里的内容回去就能弄明白。温家大房一家被警察戴上手铐，押着走出院子，街坊邻居们都围在一旁议论纷纷，眼神里满是好奇和鄙夷。温玉山最是要面子，此刻却低着头，一言不发，脸颊涨得通红，显然是觉得丢人至极。哎呦，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警察这么大阵仗，怕是犯了大事吧？能这样被警察带走的，大概率是被怀疑是间谍，不然警察不会平白无故上门搜查的。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了，那个温之夏有时候说话奇奇怪怪的，竟是些我们听不懂的词，说不定真跟间谍有关。说温家是间谍的那人见舆论发酵起来，悄悄退到了拐角处。那里，温玉英正站在一旁等候。傅大哥，茵茵，我已经按照你的意思引导了街坊们的议论。没事，后面就不用管了，这样就够了。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傅景辰曾是温玉英父亲温玉言的得力干将，温玉言去世后，他帮温玉英处理了所有家产，分文未取。他曾向温玉英求婚，想给她一个家，却被拒绝了。上一世，温玉英下乡前，傅景辰是唯一愿意伸手帮她的人，可惜那时他已自身难保。不需要了，事情发酵到这个地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知道他们最后会被放出来，毕竟他们家确实不涉及间谍的事。我只是想让他们也体会一下上一世我父母被污蔑成资本家的痛苦。你这边已经不安全了，要不要去我那住？我家里就我妈和我妹妹，没其他人。不用了，我有去处。今日多谢傅大哥了，我已经买了后天去云省的车票，要去随军找沈彦洲。云省？你是去找沈彦洲？温玉英看着傅景辰脸上苦涩的神情，有些后悔让他来帮这个忙。昨日傅景辰听说小洋楼进贼的消息，不放心他，特意找了过来。在傅景辰的追问下，温玉英说了昨夜的事，以及大伯一家一直惦记他家产的情况。傅景辰气愤不已，要去温家讨公道，温玉英拦不住，只好跟着去了。恰好看到警察搜查温家，便临时起意，想让旁人误会温家是间谍。对啊，我要去随军找沈彦洲，以后怕是很少回来，或者不回来了。你从来没去过那么贫苦的地方，真的做好决定了？自然是真的，我跟沈彦洲已经结婚了，一直分隔两地不是个事。好，大哥祝你一路顺风，一生顺遂。这个是我爸爸留给我的药，说是能治百病。他有钱了就喜欢弄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你要是生病了就拿去试试，总归不亏。温玉英拿出来的其实是灵泉水。半年后傅景辰家会有人下乡，这灵泉水算是他报答傅景辰多年帮助的报酬，也能让他家人多一份保命的东西。好，谢谢。温玉英告别傅景辰后去了林教授家。上一世林教授一家真心对他好，这一世他要好好跟他们告别。英英啊，怎么样了？温家那边的事你知道了吗？我不太清楚警察那边怎么解决，后续的事麻烦林伯伯帮我多关注一下。我已经买了后天的车票，要去云省随军了。那么快？既然要去就不能拖。不是林伯伯跟我说的吗？城里很快会有新政策，早走早安稳。说得对，去吧，跟沈彦洲好好过日子。有空就写信来，有什么困难也跟我们说，特别是需要寄东西，我们一定帮你。好，到时候有空我就写信回来。林伯伯，我听说过不久上头会实施全员下乡的运动，这半年内你别发表什么过激的言论，也别在学生面前说不该说的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哎，没事的，你别担心我。这是我爸爸留给我强身健体的东西，别小看它，关键时刻能救命。给你们一家3口，1人2瓶。这怎么好意思？拿着吧，就当是我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照顾。林伯伯，明日我要准备东西，就不来告别了，你们多保重。好，你自己也要保重，要不让之意送你去车站。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好。生活用品我已经提前寄去云省了，没什么东西要带。魏英说的是实话，大部分东西都被他收进了空间，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箱子。跟林教授一家告别后，温莹莹去了趟警局，告知警察自己要去云省随军，留下了沈彦洲部队的号码，让他们有结果后打电话通知他。之后，他便回了家，进入空间好好休息了一天。出发当天一早，温莹莹打了辆3轮车，带着一箱行李赶往火车站。60年代的火车站人潮涌动，到处都是提着行李互相告别的人。温莹莹看着长长的车厢，心里有些惆怅，这一去或许就再也回不来护士了。宝宝，我们不是一个人，一点都不孤单。
很快就能见到爸爸了。温玉英找到自己的4人间车厢，里面已经来了3个人，2个看起来比她年长5、6岁的青年男女，像是一对夫妻，占了一组上下铺。还有一个40、50岁的老妇人，正坐在温玉英的下铺床位上。见温玉英进来，只是瞥了一眼，就移开了目光，毫无让位的意思。大婶，这个床位是我的，你的床位在我上面，麻烦你让一下。什么你的我的？我先来的，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你的位置？你车票上写了这个床位号吗？别不是没买票，混上车的逃票人是吧？死丫头，你乱说什么？我的票在这里，还想污蔑我？大婶，看清楚了，这才是你的床位号，赶紧起来，不然我叫列车员了。哼，哎呦，你们瞧瞧现在的年轻人，一点尊老爱幼的意识都没有。我这一把老骨头了，想换个下铺都不肯。大婶，既然人家姑娘不愿意换，就按车票上的位置来吧。就算列车员来了，也会让你回自己的铺位。老妇人没想到对方会帮温玉英说话，脸色瞬间挂不住了。她一把抢过车票，将自己的东西放到上铺，不情不愿地爬了上去。温玉英朝着庄婷笑了笑，庄婷也朝着她点了点头，两人算是打过了招呼。这位女同志，你也是去云省的吗？对，我也是去云省的。两位也是吗？对，我们也是去云省的。我叫庄婷，这是我丈夫刘建国，我们是工作调动去乡下支援建设的。你叫什么名字？以后要是顺路，还能相互照应一下。我叫温玉英，我去云省大部队那边随军找我丈夫。好巧，我们也要去云省大部队附近的乡下，那以后真的能相互照应了。是啊，一家人在一起，再苦也值得。两人聊了没多久，就到了午饭时间。温玉英直接买了一盒最贵的盒饭，她知道现在还能光明正大的花钱，等一动起来，连吃点好的都可能被。她吃得很香，经历过上一世的苦难，她早已不是那个娇生惯养、吃不了苦的大小姐了。可吃到一半，她突然想起沈燕洲，心情瞬间低落下来。不知道沈燕洲见到我会是什么反应？他之前一直想跟我离婚，要是离婚报告批下来了，我们就不是夫妻了。他会不会不认我，不认这个孩子？睡在温玉英上铺的老妇人因为没换到下铺，心里一直记恨着温玉英。之后的日子里，她每次上下床都会故意摇晃床铺。早上温玉英还没睡醒，她也会弄出很大的动静，不让温玉英好好休息。一开始，温玉英没跟她计较，直到一次，老妇人又故意晃床，温玉英直接在她上床之际，猛地摇晃起自己的床铺，老妇人一个没站稳，差点摔下来。哎呦，你要死啊！把我摔坏了，你赔得起吗？咦，这床本来就不结实，你不是也老是不小心摇晃床铺吗？我只是不小心一次，你就说我故意要让你摔跤？是啊，大婶，你晃床的动静那么大，都影响我们休息了。温妹子都没跟你计较，现在她只是不小心晃了一下，你就这么说她，太过分了。行，我说不过你们。老妇人气冲冲地冲出了车厢。温玉英和庄婷对视一眼，都笑了。经此一事，老妇人终于消停了，再也不敢故意找温玉英的麻烦。火车上的日子过得很慢，温玉英的心情既忐忑又期待，不知道见到沈燕洲后会是怎样的场景。云省大部队，沈燕洲刚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一身风尘仆仆地回到部队。他头戴军帽，身穿军装，宽肩斩腰，俊美刚毅的脸上没什么表情，自带一股高冷严肃的气质。25岁的他已是副团长，这次任务完成的漂亮，上报后大概率能晋升为团长。沈燕洲先去向上级汇报了任务进度，出来后正准备回住所收拾一下，就被接线员小陈拦住了。沈军官，你可算回来了。怎么了？你媳妇温玉英给你打电话了，打了不止一个，看样子挺急的，说有事情找你。我跟她说等你回来就让你回电话。他有说什么事吗？没说，就说找你。他主动给我打电话，准没好事，肯定是问离婚报告批下来了没有。沈燕洲出任务来的突然，离婚申请压根就没交上去。可他转念一想，两人相隔那么远，万一他真的出了什么事，自己也帮不上忙。罢了，等会儿还是给他回个电话吧。其实任务期间，沈燕洲已经想好了，回来就递交离婚申请，成全温玉英，放她自由。他以为温玉英一直想离婚，却不知道温玉英早已不是以前那个任性的她了。这会儿才早上6点多，天刚蒙蒙亮，窗外的光线带着几分清冷的柔和。温妹子，云省到了，收拾东西，准备下车了。谢谢庄姐姐，我的东西都在箱子里了，没什么要收拾的了。不一会儿，列车缓缓停下，因为云省是终点站，停靠时间足够长，方便乘客整理行李下车。温玉英提着看似硕大，实则轻飘飘的行李箱走下车。站台上三三两两都是前来接人的亲友，热闹中带着几分温情。他还在出任务，肯定不知道我来，怎么会来接我呢？可万一他来了呢？哪怕是派个人来也好啊。站台上并没有熟悉的身影，温玉英轻轻压下心底的失落，
下意识摸了摸小腹，像是在给自己和宝宝加油打气。正要抬脚走出火车站，突然手里的行李箱被人从身后抢了过去。谁？是抢劫犯？这光天化日的，还是火车站站台，怎么敢明目张胆的？魏转身却撞进一双熟悉又清冷的眼眸里，沈彦舟就站在他身后，一身笔挺的军装衬得他愈发俊朗刚毅，清晨的微光落在他脸上，竟柔和了几分冷硬的轮廓。惊喜瞬间涌上心头，温玉英整个人都愣住了。沈彦舟，他怎么会在这里？应该是刚出任务回来吧？说不定是凑巧遇上的，不是特意来接我的。一路上顺利吗？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温玉英的眼眶瞬间泛红。这一路的奔波，重生以来的委屈和恐惧，再想起上一世的颠沛流离，所有情绪在见到眼前人的这一刻尽数翻涌，鼻尖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不是让我向上级申请离婚吗？怎么找到这里来了？沈彦舟实在想不通，这个一直抗拒跟自己来部队的女人，怎么会突然孤身一人跑到云省？他出任务回来后，第一时间给温玉英打了电话，却发现无人接听。情急之下，又打给了林教授家，才从林志毅口中得知温玉英家进了贼，还已经动身来云省找他。担心他一个人路上出事，又不确定火车到站时间，他连夜向部队请假，在火车站守了一整晚。云省边境靠近他国，她一个单纯好骗的小姑娘，竟敢一声不吭就跑过来，真是太大胆了。幸好林志毅说了她的行程，不然真怕她被人骗走。昨晚在火车站等了一整晚，人群里一眼就看见她了，偏偏这丫头笨笨的，压根没注意到我。看着她要往外走，下意识就把她的箱子拿了过来，没想到还吓着她了。谢谢你。哭什么？我又没凶你。以前也是这样，她哭我问，她却从不肯说，矛盾才越积越多。这次任务回来，我还想过，我们性格确实不合适，离婚对她或许更好，毕竟我没法经常陪在她身边。可她这突然找上门来，还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倒让我有点摸不清她的心思了。你来云省是来干嘛的？我是来找你的。温玉英本就生得极美，此刻眼角挂着泪珠，像温室里受了委屈的娇花，惹人怜爱。沈彦舟第一眼见到她时便动过心，此刻更难移开目光，只是想起两人之前闹离婚的事，又强行将目光移开。找我做什么？找你过日子的。走吧。去哪里？不是要跟我过日子吗？自然是去军区大院。他愿意带我去军区大院，还牵着我的手，是不是说明离婚的事就过去了？太好了。沈彦舟牵着温玉英的手，径直走向火车站旁停着的一辆军用吉普车，后备箱已经被一个身穿军服的年轻小伙子打开。看到温玉英，小伙子明显愣了一下，随即笑着看向沈彦舟。老大，这是嫂子吗？沈彦舟闻言，朝着一脸紧张的温玉英看了一眼，没有立刻回话。他不承认，难道离婚报告已经批下来了？心怎么突然这么慌？知道还不赶紧叫人？嫂子好，我叫张子凡，叫我小张就好。温玉英被嫂子二字叫得有点心虚。你好。还站在这里干嘛？我又做错什么了？刚刚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又冷着脸了？老大，可以出发了吗？开吧。一路上，车内静悄悄的。沈彦舟有很多话想问温玉英，但碍于有外人在，不便多问，打算等两人单独相处时再好好捋清楚事情。温玉英本想找话题缓解气氛，可看着沈彦舟冷得没有一丝温度的脸，又默默放弃了。她想起以前沈彦舟对青梅江晚倩总是和颜悦色，对自己却始终冷冰冰的，心里难免有点不是滋味。呵呵，嫂子，您不知道吧？我们老大昨天知道您要过来，立马就向上级申请出部队，连夜从部队赶到火车站等您呢。你们是怎么知道我要来云省的？你是不是打电话到部队了？对啊，我打了，但你出任务了。我昨天才回到部队。刚回部队就马不停蹄赶来接我，他耳根好像有点红，是不好意思了吗？下车吧，看看想吃点什么。从这里到部队还要开3-4个小时，你早上肯定没吃东西。刚下车，温玉英就闻到一股油腻的味道，胃里一阵翻涌，下意识扶着沈彦舟干呕了起来。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嫂子没事吧？没事。小张，去买3个肉包、3个馒头和3瓶水，我们回车上等你。好，我这就去。沈彦舟扶着他重新坐回车里，他担心温玉英是水土不服，毕竟部队那边偏远，医疗条件有限，打算先带他在云省市区的医院检查一下才放心。我真的没事的。有没有事？去医院检查一下就知道了。不用去医院。沈彦舟，我有件事要跟你说。什么事？我怀。温玉英的话还没说完，车窗就被敲响了。张子凡提着热乎乎的包子回来了。老大，买好了。要吃哪个？温玉英看着肉包，胃里又是一阵翻涌，伸手拿起馒头。我吃馒头就好。沈彦舟原本想带温玉英去国营饭店好好吃一顿，现在只能先放弃，满心都是担心她的身体。老大，我们现在回部队吗？去医院。好的。温玉英刚想开口，迎上沈彦舟的目光，又把话咽了回去。
算了，去医院也好，正好让医生看看宝宝怎么样。本来想直接告诉他的，但我现在没显怀，也没证据，去医院检查一下，一切就都清楚了。火车站距离云省第一附属医院不远，没多久就到了。沈彦舟让张子凡在车里休息养足精神，毕竟之后还要开3-4个小时的车。随后便牵着温玉英走进了医院。请问哪里不舒服？他刚刚突然干呕，这种情况要挂什么科？去2楼左手边的妇产科吧，让医生把脉。沈彦舟接过挂号单，牵着温玉英径直上了2楼。温玉英被他稳稳牵着手，看着他有条不紊地安排好一切，心里原本的不安渐渐消散，突然就不那么担心未来在部队的生活了。上辈子那么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还有什么好怕的？以前听温之夏说部队条件差，全是蹲茅坑，没地方洗澡，现在想来怕是被他骗了。这个年代舍得花钱来医院的人不多，妇产科这会儿只有一位老医生坐诊。前面的病人离开后，温玉英便走了进去。老医生没多问，直接给温玉英把起了脉。温玉英紧张地攥紧手指，既想知道宝宝的情况，又怕出什么意外。老医生把了几分钟脉，又让温玉英换了一只手，眉头微微蹙起，像是在确认什么。医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别担心，上一次月事是什么时候？2个月之前。胎儿很健康，放心吧。老医生其实还有些疑惑，以他的经验，温玉英的脉象滑数有力，很像是双胎的迹象，但这种脉象也可能是单胎妊娠气血旺盛导致的，缺乏特异性，所以没有贸然说出来。谢谢医生。两人走出问诊室后，沈彦舟率先开口询问。他刚刚在诊室里就隐约猜到了，只是没好意思当着医生的面问。什么时候发现的？温玉英听到他平淡的语气，心里有点失落，语气不由得骄纵了起来。4天前发现的，怎么了？还想问什么？这样骄纵不可一世的模样才是他本来的样子。之前那副哀伤委屈的模样，看得我心里发慌。想来他也是因为怀了孩子，没办法才来找我的吧？没怎么，就问问。去部队还要坐3-4个小时的车，你还能坐车吗？要是不舒服，我们就在云省招待所住一晚。没事，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两人回到车上，张子凡见他们出来，连忙询问：老大，现在要去哪里？回部队吗？还要买什么东西吗？要不要去一趟和平商场？不用了，直接去部队吧。该买的东西来之前我都买了，还寄过来了，应该过2天就到了。我想早点看看以后要生活的地方。车子一路疾驰，乡下的路段有些颠簸，温玉英有点晕车，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头靠在沈彦舟的肩上，对方的肩膀硬邦邦的，却带着让人安心的温度。温玉英一醒来就对上沈彦舟幽深的眼眸，瞬间清醒，有点慌乱。我不睡了，快到了吗？快到了，很晕车吗？没有，现在好很多了。刚刚睡了一觉，感觉精神好多了。等会儿直接带你回军区大院休息，以后你就定居在那里了。哦，很失望吗？我哪有？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前面的张子凡默默竖起耳朵，听到自家老大道歉，心里暗暗惊叹，果然在刚毅的男人，在媳妇面前也会变软。很快，车子到了部队，沈彦舟去后备箱取了温玉英的行李箱。再回来时，温玉英正好奇地打量着周围。60年代，军人家属随军的条件严苛，大多是正营级以上军官的家属才能随军，副营级则需要满足更多条件，所以大部分军人都在食堂吃饭，只有级别的军官才会回家属院。在温玉英来之前，沈彦舟的1日3餐也都是在食堂应付。以后有这个娇滴滴的大小姐要照顾，怕是不能再在食堂里应付了，得从食堂打饭回家吃才行。她这样娇生惯养的，肯定不会做饭。沈彦舟牵着温玉英刚走进大院，就见几个穿着军服的男人结伴回来，远远瞧见沈彦舟，立马笑着迎了上来。沈副团长，今天请假啊？请假去接我媳妇过来。沈彦舟语气平淡，旁人却听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炫耀。几人早就注意到他身边的温玉英，姑娘生得娇美如仙，别说部队里的女兵、女军医，就连传说中的军花蒋燕姿都不及她一半好看。当初蒋燕姿追沈彦舟追得轰轰烈烈，人尽皆知，却被沈彦舟直接拒绝，说自己已有婚约。众人本觉得两人男俊女美是天生一对，还惋惜沈彦舟不解风情。直到1年前，沈彦舟提交了结婚报告，蒋燕姿才消停。只是这1年来，他传说中的媳妇始终没来随军，大院里不少妇女还替他打抱不平呢。沈副团长，这是弟妹吧？怎么称呼？你们刚从外边回来，还没吃午饭吧？我家婆娘煮了，要不要去我家凑合吃一顿？这就是沈彦舟的战友，要不要打招呼？初来乍到，还是客气点好。我叫温玉英，你们叫我小温就好。温玉英的声音不娇不嗲，却清甜悦耳，听得几人心里都舒坦。几人越发明白沈彦舟为何拒绝蒋燕姿，有这样好看又温婉的媳妇，换谁都想藏在家里疼惜，生怕被人惦记。我刚到这边，不太习惯去别人家吃饭。不用了，我媳妇第一次来，跟大家还不熟。等休息日我做东，请大家都上门吃一顿。这位是马营长，这位是刘营长，这位是吴副营长。你们好。行了，我们也不打扰你们小别胜新欢了，走了，回去吃饭了。
几人笑着离开，而这边的动静早已被大院里爱八卦的妇人们看在眼里。大院生活乏味枯燥，有些人进来，瞬间勾起了所有人的好奇心，纷纷明里暗里的观察着。哎呦，干啥呢，秦妹子，把我吓了一跳。你干嘛这副做贼心虚的模样？咋了？你瞧瞧，我看见了谁？沈副团长身边怎么站着个女人？这是谁呀？我猜是他媳妇。不能够吧？不是说他压根没媳妇，是为了拒绝蒋妹子编出来的吗？怎么可能？人家结婚报告都打出来了，我家那个都见过，还能有假？那怎么一直没跟着来部队？我咋知道？哎呦，人朝着这边走过来了。两人连忙闭了嘴，等沈彦舟牵着温玉英走到身边，立马换上热情的笑容。沈副团长好啊，这位是？你们好呀，我是沈彦舟的妻子，我叫温玉英。你好，你好，我叫王秋兰，是马营长的妻子。我叫秦凤玲，是刘营长的媳妇。你们好。温玉英笑得脸都有些僵了，初来乍到的她不知道该聊什么。王秋兰和秦凤玲也只顾着打量她的模样，场面一时有些尴尬。上一世她被时因身份问题被下妇人嚼舌根，那时她不屑理会，却被传成勾引男人的狐狸精。这一世她暗下决心，既然打不过就加入，一定要打入妇女内部，绝不给别人说闲话的机会。我刚接到我媳妇，先带她回家看看。对对对，该先回去看看。那我们就不打扰了，温妹子有空再聊啊。好的。沈彦舟朝两人点头示意，再次牵起温玉英的手，朝着大院深处走去。这会儿家家户户都在吃饭，总算没再碰到其他人。温玉英打量着周围的家属院，都是带前后院的平房，不少人家都在院子里种了菜，养了鸡。这就是部队分给我的院子，之前没带家属，所以院子不大，只有一个房间。等过段时间我升职后，再跟上头申请一个大一点的院子。好的。那就先委屈你了。温玉英比沈彦舟小4岁，两人的婚约是父辈定下的。他们的父亲曾是革命战友，温玉英的父亲温玉言因伤退役回沪市经商，沈彦舟的父亲则一直在部队发展，如今已是京师的师长。温玉言只有温玉英一个女儿，放心不下，便提起了年轻时的约定，沈父爽快答应。只是温玉英早年不想离开沪市，不想与聚少离多的沈彦舟结婚，直到父母意外去世，她才履行约定领证。可婚后沈彦舟的冷淡和聚少离多，让她感受不到幸福，才想离婚，却没想到上一世会落得那般结局。在想什么？现在这个环境可能不尽人意，但部队这边基本都这样。你看看缺什么想要什么都跟我说。我什么都不缺，有你在就好。哈哈，进去吧。平时就我一个人住，椅子也没多备，等会儿我就去拿几张过来。你平日里都没叫人上门吃饭吗？很少，我大多时候都在食堂吃。厨房在哪里？在里面。温英打开门，看到的是干干净净的伙房，连柴火都没有，墙面更是没有一点烟灰痕迹，显然很久没用过了。我在想以后我们要怎么吃饭。食堂有饭菜，我到时候打包回来给你吃。一直都这样吃吗？沈彦舟以为他嫌弃食堂饭菜，想起他在沪市的优渥生活，又考虑到她怀孕的情况，连忙补充：你想吃什么？简单的菜我会做，我可以做给你吃，或者我叫隔壁婶子教我也行，她做菜很好吃。我去学吧。你说的那个婶子，我有空去跟她讨教一下。你要学做饭？怎么不行吗？不是，我只是怕委屈你。男人轻柔的声音落在温玉英心口，泛起阵阵涟漪。他与沈彦舟对视，看到了他眼底的无奈与心疼，心里不由得一动，这个男人是在心疼自己的吧？老大，老大！对视的两人被声音惊醒，连忙移开目光。沈彦舟朝着门外回应：小张，我们在伙房里。咦，老大、嫂子，你们回家第一件事就看伙房啊？肯定是饿了。给，帮你们打饭回来了。原来沈彦舟下车时就拜托小张去食堂打包饭菜。温玉英一早上只吃了一个馒头，她怕饿坏了她和孩子。你吃过了吗？没呢，刚打包好就送过来了。那一起吃吧。不用了，不用了，我去食堂随便解决就行。嫂子肯定饿坏了，你们先吃，我先走了。等等，今天谢谢你了，这些你拿着。不用，老大，你跟我还客气这个。收下吧，我媳妇刚过来，以后搬东西可能还要麻烦你。好嘞，谢谢老大。嫂子，以后有啥杂活累活尽管找我。行，谢谢你。先吃鸡蛋吧。你也吃，军人训练辛苦，得补充营养。沈彦舟看着碗里的半块鸡蛋，愣了愣，只觉得温玉英懂事了不少，心里既欣慰又心疼。温玉英尝了口白菜，意外的觉得不难吃，比上一世下乡时吃的野菜好多了。好像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吃。你先待在家属院，等过段时间我有空了，请假送你回去。沈彦舟，你这个负心汉！我怎么就负心汉了？是我之前要离婚，是我负心，可我不能回去。还有半年就下乡运动了，只有部队才安全，我必须留下来。我千里迢迢跑来找你，你竟然要赶我回去！你说是不是离婚报告批下来了？你想跟我离婚了？离婚？不是一直都是你提出来要离婚的吗？我现在不想离了，我都来找你过日子了，你还想跟我离？沈彦舟，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温玉英的话像一根针，刺痛了沈彦舟的心。他怎么会不想要他？当初他提离婚时，他在操场跑了一圈又一圈，直到精疲力尽。他只是觉得自己无法时常陪伴，怕委屈了他，才想放手。我什么时候说不要你了？
那你还说要送我回去？我是怕你在部队待着不习惯，你还怀着孕，万一不开心，对身体不好。我能习惯的，谁都需要时间适应，我可以的。好的。那离婚申请呢？你得去拿回来，要是批下来了，我们就不是夫妻了。我没有将申请递交上去，那天突然来了临时任务，我去出任务了，还没来得及交。那就好，太好了。既然不想离婚，之前为什么3番2次打电话催我交离婚申请？我那时候是糊涂了。罢了，过去的就不提了。你既然想留下来跟我过日子，就得慢慢适应这里。我知道，你放心。沈彦舟突然想起电话里的消息，问道：电话里说你家里进贼了吗？你怎么知道？我联系不上你，就拨号到你邻居家了，他们告诉我的。为什么不等联系到我再过来？随军要打申请，你贸然过来，找不到我怎么办？就算找到了，没有证明也进不来部队。我联系不上你，又发现自己怀孕了，怕你把离婚申请交了，就急急忙忙找过来了。以后不许这么冲动了，闯入你家的人我会解决。我已经联系我父亲，让他对接护士警局调查了。我怀疑这个事情跟我大伯一家有关，他们一直觉得我家有隐藏的家产，老是明里暗里上门找，这次竟然直接让人晚上闯进来了。放心，他们一个都逃不掉。晚点我再打电话问问情况。谢谢你。去房间午休一会儿吧，坐了几天火车，你肯定累了。沈彦舟带着温玉英走进卧室，房间不算小，床上的床单被褥整理得整整齐齐，没有一丝褶皱，被褥叠得方方正正，尽显军人本色。温玉英坐上床，感觉床虽然有点硬，但还能适应。她想起空间里囤的床单被褥，想拿出来用，又怕被沈彦舟发现，只能先按捺住。躺上去睡一会儿吧。不用了，我自己来。别动，乖乖坐着。温玉英的脸瞬间红了，心跳不由得加速。沈彦舟动作轻柔地脱掉她的鞋子，又帮她铺好被褥。我出去了，你好好休息。你要去哪里？我去一趟服务社拿点家具过来。之前我一个人住，能减则减，你来了，该有的都得有。好，你早点回来。另一边，沈彦舟带着小张去了部队服务社。服务社的社员陈美娟是家属院的，丈夫也是副团长。见到沈彦舟，她十分惊讶。沈副团长，你怎么来了？嫂子，我过来拿点东西。哦，要拿什么？有单子吗？之前搬家属院时能领的家具，我一直没领，现在想领一张桌子，几张椅子。也就你来了，我才给你找，这都过了规定领取时间了。不过我记得你确实没领过，你平时都很少来服务社。陈美娟一边笑着，一边带两人去拿桌椅。你怎么突然要桌椅了？家里来人了？对，我媳妇来找我了。啥？你有媳妇了？陈美娟平时上班忙，很少参与八卦，竟不知道沈彦舟已经结婚1年多的事。部队里不少人也不知情，若不是马营长见过沈彦舟的结婚申请，叮嘱王秋兰别瞎撮合，家属院没几个人知道。蒋燕姿则一直觉得沈彦舟不喜欢温玉英，只说了两人是娃娃亲，导致沈彦舟结婚的传闻传得模模糊糊。结婚1年多了。这样啊，恭喜恭喜！5张椅子够了吗？再拿2张高凳吧，要是不能多领，我花钱买。不用不用，拿吧拿吧。嫂子，我再看看锅碗这些。媳妇来了是该备齐这些，让媳妇在家做饭，想吃啥就做，比食堂好。沈彦舟没解释，他买锅碗是想自己做给温玉英吃，他怕温玉英娇气，吃不惯食堂的饭菜。等挑好东西，小张帮忙搬到车上，两人一起回了小院。沈彦舟特意叮嘱小张温玉英在睡觉，让他小声点。这一举动更让小张确定自家老大有多稀罕嫂子。老大，东西都放好了，我先回去了，不打扰嫂子休息。辛苦了。队里还没人知道嫂子来了，回头我得跟兄弟们说说，免得有人再乱提老大和蒋菊花的事。嫂子这么好看，老大看不上蒋菊花太正常了。温玉英醒来时，沈彦舟已经去训练了。她最近越来越嗜睡，不知道是不是怀孕的缘故。睡得好沉。温妹子，温妹子。哎，王大姐。是我给你带早餐回来了。早餐？这是沈副团长叫我给你送的。我去食堂买早餐，正好碰到他本来想自己送回来，看见我就顺便托付我了。谢谢王大姐，也谢谢她。送走王秋兰后，温玉英决定好好利用空间林田，多种点蔬菜，既能自己吃，也能给沈彦舟补充营养。她关好门窗，闪身进入空间。这么大片林田空着太可惜了，得赶紧种上。温玉英先喝了几口灵泉水，然后用从后院拿的木棍在林田上划分界限，分成了几块小地。她拿出在百货大楼买的各种种子，犹豫了半天，决定先种1担大米，再在小块地里种上大白菜、菠菜、土豆、胡萝卜、黄豆芽，还有香菜、芹菜、辣椒、葱花、大蒜这些配菜。胡萝卜有营养，宝宝以后吃了长得健康。这些菜种出来，混着前院种的一起吃，就不会被怀疑了。温玉英看了一眼时钟，快11点半了，沈彦舟马上就要训练回来了。她预感沈彦舟会从食堂打包饭菜回来，果然，男人回来时手里拎着2个碗。时间太赶，怕你饿了，就先去食堂打包了饭菜。你要是不喜欢吃，我现在就去生火备菜。不用了，我没那么娇气。晚上我做饭等你回来吧。你会做饭？当然可以，放心吧，等你回来就能吃上香喷喷的饭菜了。好，要是不行，就等我回来一起。
我知道，不会逞强的。午饭也从食堂打包回来吗？可以，你午饭打回来，菜我来做就行。午饭过后，温玉英午休了1个多小时就醒了，距离做晚饭的时间还早，实在无聊的紧，便想着出去转转，找其他军嫂聊聊。右手边住着王大姐一家，左手边的邻居她还没遇到过。我向来不主动，可初来乍到，总得主动搭讪混熟才行。温玉英出了自家院子，走到左手边的隔壁院子，发现大门紧闭，她想敲门，又有些不好意思。才2点多，说不定人家还在睡午觉呢。不过这年代大家大多从早忙到晚，很少有午睡的习惯，还是下次再来吧。你是？温英刚想转身，身后就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转头一看，只见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站在那里，眼底满是震惊，说话都有些结巴。你是谁？你好，我叫温玉英，是沈彦洲的妻子，昨天才刚到这边，想来认识一下隔壁邻居。你就是住在这里的吧？我就住你隔壁。温英注意到女人手里提着一大桶衣服，想来是刚从外面洗衣服回来，这附近应该有河，家属院的人都去外面洗衣。是，我住这儿。我丈夫是陈副营长，我叫刘翠花。她好像很自卑，看我的目光总是闪躲，还不自觉低头。穿的衣服全是补丁，她丈夫是副营长，不至于连身像样的衣裳都不给她置办吧？那个，你要进屋坐坐吗？你先把东西放进去吧。温玉英想着刚认识，进屋聊聊也好，毕竟是隔壁邻舍。可没等她迈步，院子里一个身材圆润的老妇人走了出来，目光落在温玉英和刘翠花身上，随即对着刘翠花一声呵斥：“死丫头，洗个衣服洗那么久，是不是偷懒去了？”没有。没用的死丫头，啥也帮不上我家志邦，干活慢吞吞的，还不赶紧进屋，站在外面丢人现眼，一点眼力见都没有。不好意思啊，改天我再邀请你来家里坐坐。好，下次你去洗衣服的时候叫上我吧，我还不知道这边去哪里洗呢。刘翠花没想到温玉英见到自己婆婆这副模样，还愿意跟自己接触，立马笑着使劲点头。死丫头，还不进屋，还在聊。自古婆媳矛盾难解决，我婆婆对我虽冷淡，却也不会这般随口叫骂。刘翠花瘦的都脱相了，真是可怜。经过这一小插曲，温玉英的心情差了许多。回到家一看时间，已经3点多，差不多该准备晚饭了。她干活没沈彦洲利索，得早点动手。就剩昨天沈彦洲换回来的米菜，还有我拿出来的1点肉。两边院子院前都种了菜，不知道能不能跟他们买一点。温妹子，王大姐，怎么了？我都忘了，你们刚过来，肯定没青菜吃。我家院子种了好多，你随便去摘，想吃什么摘什么，不用客气。丈夫说了，沈副团长年轻有为，上头很重视，跟他媳妇搞好关系准没错。沈副团长一看就宠媳妇，可不能怠慢了。王大姐，太谢谢你了。去服务社买菜确实不方便，我们院前的地也打算种，就是需要时间。偶尔摘一次还好，次数多了我实在不好意思。要不这样，我按服务社的价格跟你买，行吗？这年代粮食蔬菜都稀缺，上辈子下乡我才知道底层有多难，可不能占这个便宜。而且跟王大姐约好买菜，以后我从空间拿菜出来也更合理，沈彦洲肯定不会多问。不用，菜太多了，我们自己也吃不完，你随便摘。王大姐，你不收钱，我可不敢经常来摘。哎呀，你这妹子真是见外。行吧，到时候你看着给点就行，不用按服务社的价格。这些菜吃不完也是拿去镇上卖，能跟沈副团长的媳妇处好关系，比卖钱还值。好，谢谢王大姐。不客气。对了，你才来第2天，我们也不敢打扰你和沈副团长相处，要不要带你熟悉熟悉这边的环境啊？好啊。对了，我刚才看见隔壁军嫂提了洗好的衣服回来，像是去河边洗的，我还约了她明天一起去呢。听到这话，王秋兰的脸色瞬间变了，连忙拉着温玉英的袖子走到一旁，小声叮嘱：“你啊，别跟那家人走太近。”啊？怎么了？他们家那个老婆子闹腾得很。陈副营长进部队那么多年，一直卡在副营长位置上不去，就是因为他那个妈。反正你少跟那家人接触。那个姓刘的是可怜，可他不敢反抗，谁也帮不了他。其实刘翠花本身没啥问题，勤快又会伺候人，可惜是从小被卖到陈家的，一直被老婆子搓磨。陈副营长当兵后，老婆子不想让他娶刘翠花，觉得配不上，可陈副营长非要娶，这不就成了现在这样。我本来还想打入妇女内部，不被人八卦，没想到刚来第2天就听到别人家的八卦了。他俩现在还没孩子呢，说是刘翠花身子骨太弱，怀了几次都流掉了。要我说，天天累得跟牛似的，好吃的也轮不上她，瘦成那样，怎么可能怀得住孩子？听着真不是滋味，可这是别人家的事，我也无可奈何。反正他们一家子，谁沾上谁倒霉。你要摘菜就来我院子，千万别去他们家。好，谢谢你提醒我，王大姐。嗨，谢啥？我也该回家做饭了，不跟你说了。好，我也回去做饭了。我家那位还说沈副团长的媳妇啥都不会做，这不是正准备做饭等沈副团长回来吗？真是瞎操心。回到厨房，温玉英就进了空间，
看着空间里的2头猪肉和1头牛肉，他馋得不行，决定今天做肉菜。反正昨天已经说过带了肉，有借口，放心炒。就煎牛排吃。不过这一餐吃完以后就不能随便拿牛肉出来了，只能偷偷吃独食。沈燕州没这福气了。温英开开心心地切了块牛肉出了空间，他刀工不好，但牛排不用特意切，直接大块煎就行。差不多了。本来喜欢7分熟的牛排，但怀孕了不能吃加生的，只好煎成10分熟。陈副营长家里，刘翠花正在忙着做晚饭，手头一刻没停。陈老婆子看她哪儿都不顺眼，一直在旁边发牢骚使唤她。刘翠花害怕婆婆，不敢有半句怨言。乖乖，这是做了啥菜？那么香，是肉味，绝对是肉味。部队1周才供1次肉，不是今天啊，不然我儿子中午就把肉拿回来了。隔壁沈副团长家哪来的肉？隔壁住的是沈副团长吧？今天跟你说话的那个女人是谁？是沈副团长的媳妇。那女人长得娇滴滴的，跟个狐狸精似的，一看就不会过日子。你少跟她来往，免得被她带坏。我儿子进部队那么多年还是副营长，姓沈的那么年轻，凭啥当副团长？妈，您别乱说。志邦为什么没升上去，您不清楚吗？跟沈副团长没关系。陈老婆子没想到儿媳妇还敢对自己，瞬间怒了，一把抓住她头发。死丫头，克夫命！等我儿子回来就叫他休了你，把你扫地出门。没爹没妈要的玩意儿，还敢反驳我？我告诉你，今年再生不出乖孙子，你就滚蛋！陈老婆子的声音不小，家属院的平房离得近，附近的军属都听到了一些。温英刚煎好牛排，放好孜然粉，就听到了这些难听的话，不由得皱起了眉，站起身想出去看看。他刚想走出厨房，沈燕州就从外面走了进来。咦，你回来啦？饭刚做好，隔壁好像还在吵，不会出什么事吧？不会，陈志邦也回来了，他会处理。我了解陈副营长的母亲是什么德行，不能让温玉英被他记恨上。我平时训练出任务忙，他性子娇气，嘴也不尖刻，怕我不在的时候他吃亏。哦，没事就行。果然，这会儿隔壁的吵闹声渐渐小了下去。你猜猜我今天做了什么菜？什么菜？我在院门口就闻到香味了。他平时不苟言笑，笑起来还怪好看的。牛排，我煎了牛排，我不是带了点肉吗？怕坏了就赶紧拿出来做了。部队1周会供1次肉，这周的已经分过了，在你来的前一天。你想吃肉，等我休息日陪你去镇上看看有没有卖的。你能出去？现在没任务，去附近乡镇可以。要是去云省那种远地方，就需要请假打报告。这么麻烦啊？他之前急急忙忙去火车站接我，肯定也走了一大堆麻烦程序吧？没事，先吃饭吧。娘，你有气往我身上使，干嘛总跟翠花过不去呢？看着自己媳妇的头皮又被抓了一小块，陈志邦的火气怎么都止不住，却没想到陈老太婆又来那套。都说有了媳妇没了娘，果然啊，志邦啊，你爹死得早，你娘我一手把你拉扯长大，还拼死拼活花钱给你买了个媳妇，你现在就是这样对你老娘的？这媳妇是我花钱买的，我凭什么不能教训她？你还护着她？这个女人蛋都生不出一个，当初我就说了，你既然当兵了，就别娶她，你不听。你看看咱们陈家就你一个儿子，他还生不出男娃，我们老陈家要绝后了。陈老婆子在儿媳妇面前强势得很，在儿子面前却只会哭诉卖惨，言语间满是对刘翠花生不出男娃的指责。陈志邦忍不住服了服额，他现如今对这个家都已经到害怕回来的地步，明明才3个人的家庭，却一地鸡毛。每次回来，媳妇都在被欺负，自己帮他说话，老娘就开始翻旧账。现如今这个时代，孝字能压死一个人，且他们家庭还那么特殊，陈志邦又不好指责老娘，只能任由他闹。志邦，我没关系的，就是怕隔壁邻舍听到了闹笑话，对你在部队这边有影响。哟，就你善解人意，就你会为我儿子考虑？难道我不知道为我儿子考虑这些吗？要不是你说话刺激我，我刚刚会打骂你吗？妈，您少说2句吧。不说就不说，死丫头还不赶紧去做饭？这会儿刘翠花才记起锅里还炖着大白菜呢，她赶紧跑到厨房，打开锅一看，一股糊味扑面而来。陈老太婆自然也闻到了味道，见状立马又开骂起来，鸡飞狗跳的第2轮又开始了。那个陈副营长的妈妈真能闹。确实是。当初这间院子我是随便挑的别人剩下的，因为就自己一个人住，觉得住哪里都行。没想到温玉英会来随军。罢了，等升上团长，申请一间大一点的院子后，就可以搬走了。等吃完晚饭后，沈燕州就将一个用纸包的方方正正的东西递给了温玉英。什么东西啊？这是我这些年在部队存的一些津贴，你拿去，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温英本想说自己有钱，但想想还是不要太张扬，那些钱财都在空间里存着，反正不会丢，先用沈燕州的钱也可以。于是接了过来，打开一看，数额还不少。这里应该有800多，还有一些粮票、肉票、布票之类的，不只是津贴，还有我出任务的一些奖金。你一个月津贴多少啊？我记得你之前去护士找我，给了我300，在之前你每3个月都会给我寄150块钱。100块钱一个月？100块钱一个月，你除了之前给我的那些，手头上还有这么多，你平时不花钱吗？我平时不花什么钱，也不用寄钱回家里。沈燕州的父亲津贴比他多很多，基本上儿女都不用寄钱回家。甚至沈元军还问过他要不要寄点钱过来，说温英那边可能花销大，不够花一定要说。
不过沈彦洲不可能要父亲的钱，实际上每次寄钱给温玉英都是他主动的，温玉英从没开口要过。行，我拿着，毕竟以后要给你做好吃的，可少不了钱。你想买什么就买，不用太省着。我就买需要的就好。他可不敢再大手大脚，现如今的大手大脚都是未来自己资本家身份的有力证据。对了，我要是想去拨个电话，去哪里拨啊？到时候我带你去景通联播，等我休息的时候，可以吗？可以，我是想拨个电话给林伯伯那边，报一下平安。好的。对了，今天隔壁的王大姐来找我，说我刚进家属院，菜地里还没种菜，让我去她菜地摘。我寻思着就在隔壁，摘菜也方便，就说以服务社的价格跟她买菜。你觉得怎么样？这些事情你拿主意就好。我平时要训练，可能不太顾得上你，你可以叫王嫂子带你熟悉熟悉环境，她人还是很热心的。好，我知道了。对了，你今晚不用帮我洗衣服了，我明天打算拿衣服跟隔壁刘大姐一起去河边洗，顺便去河边看看。你要去河边吗？怎么了吗？没事，就是这个时期河水还是有点深。没事啊，我小心一点就行了，老是闷在屋里多无聊啊。好。他其实不想让温玉英去洗衣服，毕竟怀孕了，洗衣服要弯腰顶肚子。但既然他想去，就由着他吧。第二天一早，沈彦洲去食堂打早餐，碰到了好友四团团长肖默。两人都是年纪轻轻就做到团长级别，肖默比沈彦洲大2岁，来得早，所以先升团长。沈彦洲这会儿还是副团长。肖默刚出完任务，昨天才回来，看见沈彦洲打包早餐，忍不住问了一句：怎么，家里来人了？我媳妇来部队找我了。这会儿食堂很多军人在排队拿早餐，沈彦洲的声音不算大，但也没刻意压低，附近的小兵全听到了，瞬间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啥？沈副团长有媳妇了，还来随军了？这么炸裂的消息怎么没人说啊？小张也在人群中听到沈彦洲亲口说嫂子来随军，不由得松了口气，终于不用憋着了，可以跟战友吹牛了。我知道你打了结婚报告，但都1年多了，没想到他会来。肖默知道好友的家事不便多问，只听过沈彦洲提一嘴，对方是护士高知家庭的小姐，派来部队不习惯，没想到这会儿竟然来了。恭喜啊！谢谢，回头再聊，我先把早餐拿回去。沈彦洲走后，一众小兵拿了早餐出食堂，立马交头接耳八卦起来。啥情况啊？沈副团长有媳妇了？啥时候的事啊？一点消息都没有。谁知道呢？沈副团长那样的性子，也没人敢问啊。话说，不会是军花吧？瞎说！要是军花，沈副团长会对他那么冷淡吗？这可说不准，女追男隔层纱，男追女隔层纱嘛。这么说也对，沈副团长再年轻，家里也该催婚了，说不定早就偷偷在一起了。听着几人越说越离谱，小张忍不住了，小声打断他们：别乱说，不是他。好啊，你小子还骗我们！那天跟沈副团长出去，是不是去接他媳妇了？对啊，沈副团长媳妇长得啥样？好看不？好看，跟仙女似的。真的假的？真的不能再真了。事情传着传着，就传到了传说中的军花蒋燕姿耳里。蒋燕姿在部队后勤部做文职工作，刚吃完早餐回到办公室，就发现同事们时不时朝她投来看好戏的目光，心底隐隐有不祥的预感。张姐，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张姐名叫张艳菊，是3团团长的媳妇，也住家属院，就是离沈彦洲家有点远。温玉英来的时候，她还没回家，本来不知道，是昨天跟秦凤玲聊天才听到的八卦。知道后，她恨不得立马去沈彦洲家瞅瞅传说中的军嫂，同时也想到了办公室里喜欢沈副团长的蒋燕姿，特意早早来办公室，想把消息告诉她。妹子啊，你对沈副团长还有那个意思不？张姐，你问这个干嘛啊？哎呦，当初我可看好你跟沈副团长了，你们外形、工作都那么般配，可惜啊。姐，你有话就直说吧，这样绕来绕去我听不懂。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但觉得你迟早得知道，先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姐，您放心说吧，我没关系的。妹子啊，沈副团长他媳妇来随军了。张艳菊看着蒋燕姿，眼神里满是同情和一丝看好戏的意味。蒋燕姿追沈副团长的事在部队不是秘密，后来不怎么追了，但也没否认过喜欢。说实话，沈副团长年轻有为，前途无量，谁不稀罕？还有很多婶子想给他介绍亲戚，都被拒绝了。没想到他竟然早就结婚了，家属还来随军了。是吗？张姐，你见过沈副团长的媳妇吗？没见过，但家属院有人见过。听说长得可漂亮了，但咱们部队你已经够好看了，她再好看能有多好看？而且你有正式工作，她肯定没有，还是你跟沈副团长更配。会不会是误会啊？怎么可能突然来随军呢？他一直觉得沈彦洲说自己结婚是拒绝他的借口。之前追得太紧，知道沈副团长内敛不喜欢高调，所以对方明确拒绝后就没再缠着，想着晾一晾，他说不定就回心转意了。他还打算等沈彦洲想结婚的时候，总会看见他的，却没想到人是真的结婚了，媳妇都来随军了。张艳菊一看蒋燕姿的模样，就知道他没死心，明明说了家属院有人见过，他还不信，觉得是误会。想到后续可能还有好戏看，张艳菊说得更起劲了。是真的，沈副团长亲口说的，是他媳妇。
这样啊，呵呵，沈副团长的媳妇应该很优秀吧？不然怎么会让他跟他结婚？那不知道，但蒋妹子你才是最优秀的。她再好看也没你好看，还没稳定工作，哪比得上你？张艳菊开启夸夸模式，听得蒋燕姿心里更不是滋味了。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见见沈副团长的媳妇，看看是什么样的人能让她结婚。而温玉英这边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到来引发了这么多八卦。温玉英吃完早餐出了院子，刚好碰见大清早打扫完卫生，又在菜地里忙活的刘翠花。想到昨晚他们家的闹剧，她有点犹豫，要不要问对方今天还去不去河边洗衣服。没想到刘翠花先看见了她，主动打了招呼：“温妹子，刘姐姐，你等会儿要去河边洗衣服吗？”“去，我去。你等我会儿，我现在就进屋拿衣服。”刘翠花就急匆匆进屋了。温玉英有点懵，至于这么赶吗？其实是刘翠花太孤独了。她在家属院就是被孤立的存在，因为陈老婆子太彪悍，名声太差，没人愿意跟她来往，怕惹一身骚。温玉英住隔壁，昨晚婆婆的污言秽语，对方肯定听到了，却还愿意跟自己去河边洗衣服。刘翠花又兴奋又激动，太想有个伴了。可她进屋拿脏衣服时，陈老婆子又开口了：“大清早的洗什么衣服？院子里的菜地弄好了。”“妈，菜地我等会儿再弄，早上洗衣服太阳没那么大。”陈老婆子刚要发怒，刘翠花这次跑得飞快，直接冲了出去，一溜烟没影了。陈老婆子锅里还煮着东西，不得人，只好作罢。刘姐姐，你带路吧，我不识路。两人一边走一边聊天，温玉英只字不提昨晚的动静，刘翠花话也不多，说的最多的就是部队这边的环境。咦，去河边要路过部队训练的地方啊？不用下去，绕着训练操场走就行。家属院来新人了，这是谁家的亲戚？也太漂亮了吧！就别东张西望的，想挨训了是吧？太闲就都给我跑步去！这话一出，小兵们瞬间收回目光，专心训练。温玉英也就瞟了一眼，人太多没看见沈燕洲，便没再在意。训练场不止这里，还有很多地方，有些设计我们进不去。这样啊。两人很快走到河边，河边已经有好几个人在洗衣服了，有人用木棍捶打着衣物床单，有人结伴聊天。河水清澈见底，河坝是平整的石块，洗衣服很方便。两人一出现，就引起了河边妇人们的注意。原本聊天的声音瞬间停了下来，所有目光都落在了温玉英身上。刘翠花本就内向自卑，被这么多视线盯着更不自在了，低下头拉了拉温玉英：“我们去那边洗吧。”她指的是最前面人少的位置。好啊。两人走过去，路过两个妇人身边时，温玉英被人叫住了：“那个沈副团长的媳妇。”温玉英听到沈燕洲的称呼，立马停下脚步，看向叫她的妇人。这人她有点印象，是沈燕洲带她来家属院时遇到的嫂子，当时跟着王大姐一起打招呼，好像姓秦。秦姐姐，是吗？我没记错吧？乖乖，这长得也太好看了吧！对对对，你还记得我？记得的，我记性还行。这位是沈副团长的媳妇吧？是的，我叫温玉英。姐怎么称呼？我叫张若兰，是吴副营长的媳妇，叫我张大姐就行。对了，你什么时候到的家属院？怎么吃了晚饭没见你去大树下说话啊？家属院爱八卦的妇女，晚饭后没事就喜欢去家属院大门旁的大树下乘凉聊天。当然，忙的人要在家缝补衣服赚钱补贴家用，就没这个闲工夫。我这不是刚来吗？对了，你是来洗衣服的吧？这边位置好，就在这儿洗吧。温玉英还没来得及回话，刘翠花先开口了：“温妹妹，你跟他们在这儿洗吧，我去那边洗就好。”这话一出，场面瞬间有点尴尬。温玉英做不出半路抛弃同伴的事，便有点抱歉地看着秦凤玲和张若兰：“下次吧，我今天是跟刘姐姐一起来的。”“行，那下次我叫上你啊。”明明是4个人，秦凤玲和张若兰全程没理会刘翠花，把她当透明人一样。温玉英没说什么，跟着刘翠花去了最前面的边上洗衣服。河边其他家属院的嫂子也都在明里暗里打量温玉英。那个女的是谁啊？长得跟狐狸精似的。啧，小声点，别给人听到了。本来就是，这谁家的家属，到时候还不得把部队里的男人迷得找不着北。应该是谁的媳妇吧？温玉英不傻，能感觉到很多视线落在自己身上，但她要在这里长期待下去，迟早要认识这些家属，早点让大家熟悉，反而能减少好奇，索性大大方方让他们看。刘翠花和温玉英找位置蹲下来开始洗衣服，这时刘翠花突然开口了：“你不用顾及我，他们都不喜欢我，别到时候连你都被孤立了。”“我不怕的，刘姐姐，今天谢谢你带我来河边洗衣服啊。”刘翠花没想到温玉英会这么回答，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个漂亮的女人，一时不知道怎么回应。谢谢你。你跟家属院这些嫂子有什么矛盾吗？我不知道怎么得罪了他们，后来无意中听见别人说别跟我接触太多，说生不出孩子会传染，而且我婆婆那样，大家都不想跟我们家来往。温玉英懂了，陈老婆子的问题是其次，主要还是传言刘翠花不孕。这个年代生不了娃是会被人看不起的。我跟我丈夫去看过医生的，医生说我们身子都没毛病，就是我太瘦了，所以说到底还是她的问题。刘翠花苦涩地想，如果自己不那么瘦，说不定就能怀上了。怀孕跟身体有关，但我觉得也跟心情有很大关系。刘姐姐，别怪我多嘴，好好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让心情开朗起来。
有好东西自己偷偷藏起来吃，把自己养胖一点。刘翠花没想到温玉英会让自己跟婆婆撒谎，偷偷藏东西吃，震惊地看着她。你肯定会有属于自己的宝宝的。我也希望，可是我今年已经25岁了。25岁在这个年代已经是晚育了。温玉英19岁嫁给23岁的沈彦舟，20岁怀孕，而刘翠花是陈家的童养媳，今年25岁，陈副营长年纪只会更大。25岁怀孕也不算晚的。温玉英想着，有些人千盼万盼想要孩子都得不到，自己上一世还不懂得珍惜，这辈子一定要好好弥补肚子里的宝宝。但是我已经打算，今年要是还怀不上，就跟我丈夫离婚了。温玉英没想到，才认识2天就听到这么爆炸性的消息。这个年代的女人，就算被打被骂也不敢离婚，刘翠花竟然这么勇敢。陈副营长知道吗？他怎么说？我还没跟他说呢。温妹妹，你一定要帮我保密啊！好，我帮你保密。温玉英直觉这是不对劲，但也没多问。她本来只想融入家属院，少被八卦，不想打探别人的私密事，可没想到会听到这么隐秘的心思。温玉英与刘翠花提着木桶并肩往家属院走。此时，操场训练的小兵们刚结束训练，正中场休息。一瞥见温玉英的身影，所有小兵的目光都齐刷刷投了过来，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这是谁家的家属啊？不知道啊，没听说最近有家属来随军啊？怎么没听说？不是说沈副团长的家属来随军了吗？这句话一出，现场瞬间静了几秒，随即炸开了锅。不会吧？这事儿是真的？沈副团长的媳妇竟然这么好看，这就不奇怪了，不然他咋会拒绝军花呢？这比军花还好看吗？眼睛不要了，这还用问？温玉英被一群小兵伸长脖子盯着，浑身不自在，赶紧加快了脚步。这哪是洗衣服，简直是公开处刑！以后要是每次都要经过这儿，还是在家洗吧。另一边，沈彦舟一大早便被王师长叫去叙话，一谈就是一早上。他从副团长晋升为团长的报告已经提交，不日便会公布。你媳妇来部队了？是的，前天就已经到家属院了。媳妇一来就升职，不错不错。前段时间我无意中看见你填的离婚申请报告，还以为是谁的，后来你出任务，这事儿就没下文了。没想到这才多久，家属就来随军了。沈彦舟心中一凛，他回来后早已将申请书销毁，生怕影响温玉英。那时候我们分隔两地，我怕耽搁他，才申请离婚的。婚姻起事儿戏，要么不结，结了就好好对人家。离婚对你的晋升影响很大，小家不安定，怎么安心保家卫国？是我明白。行了，好好跟你媳妇过日子。你看看陈副营长，后院没管好，晋升受影响不说，还将落籍，引以为戒。我明白的。时间差不多了，回去吧。沈彦舟从师长办公室出来，在楼梯转角遇到了蒋燕姿，他目不斜视，礼貌地点了点头，正要离开，却被对方叫住。沈副团长，这边刚到了一批新军装，你现在要拿吗？不用了，谢谢。沈副团长，听说你妻子来部队随军了，是真的吗？是的，我妻子已经来随军了。部队里流言蜚语不少，希望蒋同志能帮忙否认，我怕我妻子误会，谢谢。说完，沈彦舟不再理会蒋燕姿，径直下楼。我一定要看看那个女人到底长什么样。温玉英回到家，将衣服晒好后，便着手准备午饭。她打算炒个番茄炒蛋和豆角茄子，食材都是从隔壁王大姐家菜园摘的。刚好这时候沈彦舟也回来了。对了，今天跟刘嫂子去河边洗衣服，要路过你们训练操场，你怎么没跟我说？今早我没去训练，去师长办公室待了一早上。哦，被训话了吗？不是，是晋升了。真的啊？恭喜你。升职报告已经批了，从副团长升为团长。我跟师长申请了大一点的院子，现在院子紧缺，新平楼建好后就有了。太好了，今晚想吃什么？我做给你吃。你做什么我就吃什么，不挑。你做自己喜欢的就行，不用考虑我。下个月我的津贴会涨一些，明天休息，我们去镇上看看，想买什么就买。对了，我们房间的衣柜太小了，放衣服不方便，以后宝宝出生，衣服也没地方放。是我考虑不周，等会儿我去园林那边看看有没有多余的木头，跟师傅买2根，请黄连长帮忙做个衣柜。他以前是木工，手艺好。黄连长还会做柜子吗？其实我也会一点，就是做的没那么好，还是请专业的来。新做的衣柜要放在堂屋晾1个月才能进房间。你怀孕了，尽量别接触新木料。好，我知道了。温玉英吃饱了饭困，睡觉完刚出房，就看见沈彦舟和另一个穿军装的男人站在院子里聊天。两人听到动静，都转头看了过来。对了，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小莫。弟妹你好啊，之前听阿燕说娶媳妇了，我还以为她骗我呢，见到真人总算信了。你好，之前没早点来随军是我的问题。别这么说，不然阿燕该以为我欺负她媳妇，又要找借口挤兑我了。沈彦舟还会做这种事？也没有，主要是我怕她不给我介绍媳妇。沈彦舟认识的女同志很多吗？他开玩笑的。时间差不多了，我先回去了。今晚留下来吃饭吧。你不是说明天吗？明天要去镇上，不知道能不能早点回来。行，那我先回去一趟，6点过来。弟妹，待会儿见，麻烦你了。不麻烦，待会儿见。萧默一走，温玉英立马问道：萧默比你大，竟然还没结婚？是他心里有人，在等喜欢的人愿意嫁给他。
对了，明天去镇上，我们买几只小鸡仔养在后院吧，以后还能吃鸡蛋。你还会养小鸡？不就是给口吃的吗？放养我会。温玉英心里打着小算盘，她空间里有灵泉水和小鸡仔，到时候换一下，谁也发现不了。都听你的，别累着自己就行。放心吧，我肯定不会委屈自己。到了下午，饭刚煮好，肖莫带着1包肉就来了。刚煮好饭，还要等会儿才能吃。你做的吗？我备菜，我媳妇掌勺。行呗，我是来送肉加餐的。腊肉我妈寄来的，之前出任务忘了拿，刚去服务社取回来的。我又不做饭，放我那浪费。下次你们炒腊肉再叫我来吃就行。行，我媳妇做菜很好吃，等会儿你就知道了。肖大哥来了，还让你特意带肉过来，太客气了。没关系，我跟阿燕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不用客气。那我就不客气了。这腊肉跟青椒炒吧，你们能吃辣吗？可以，在部队不吃辣怎么行？温玉英让他们闲聊，自己去炒菜，准备炒个腊肉、炒青椒、蒸蛋、酸辣土豆丝。温玉英炒菜的动作不算熟练，可炒出来的香味却格外诱人。尤其是炒腊肉时，香味飘满了整个伙房。肖莫忍不住咽了咽口水，拿起碗去水缸舀了碗水喝。咦，你们家的谁怎么比我那边的好喝？喝一口浑身都舒爽，还很有精神。温玉英心里一紧，水缸里兑了一半的灵泉水，肯定被他喝出不对劲了。没什么不一样吧？肯定是你的错觉。是吗？那我能不能打一壶回去喝？真的很好喝。当然可以，你随便打，可能就是心理作用吧。吃饭吧，菜炒好了。好嘞，终于能吃了。三人围坐在桌前，肖莫尝了一口菜，瞬间眼前一亮，埋头苦吃，连话都顾不上说了。好吃，太香了。阿燕，你可真有福气。饭还有很多，再盛一碗。好，我可不客气了。沈家院子里饭菜香飘四溢，隔壁的王秋兰家却一片沉寂。王秋兰一家吃着干馍馍配酸菜，越吃越不是滋味。妈，隔壁的菜好香啊！妈，是腊肉味。隔壁又吃肉了，我们家怎么总没肉吃？而且你做菜不放油，一点味道都没有。吃就知道吃，那是人家从家里带来的腊肉，我去哪给你们弄肉？不想吃就别吃，我回屋了。王秋兰回到房间，心里五味杂陈。她拿到温玉英给的菜谱后，也想试着做，可菜谱里的配菜和调料太多，她舍不得放。听着儿女的抱怨，她决定明天去找温玉英问问做菜的诀窍。另一边，陈副营长家也因为这股肉香起了争执。陈老太婆吃着儿子从部队打来的饭菜，觉得味同嚼蜡，又开始对着刘翠花骂骂咧咧。看看隔壁，人家媳妇一来就有肉吃，再看看你，什么都不会做，连个蛋都生不出来。我老陈家真是倒了8辈子霉。娘，您别总骂翠花。骂她怎么了？我花钱买的媳妇，想怎么骂就怎么骂，你还敢护着她？要不是她生不出孩子，我们老陈家能断后吗？娘，这个事情跟翠花有什么关系？要怪也怪你儿子没本事。你想吃肉，明天我跟翠花去镇上看看有没有肉卖，买来给你吃行不行？不行，你俩想去镇上花钱潇洒，丢我个老婆子在家是不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要儿子怎么样？陈志邦心里发酸，都说慈母手中线，怎么到了他这里就是慈母手中棍？从小到大，村里人见了他们母子都面露厌恶。那时候娘跟他说，村里人都是坏人，让他以后要有出息。他信了，在部队拼命挣功勋，晋升后立马把娘接了过来。可娘来了之后，带给他的全是厄运，降职，被战友疏远，被领导明里暗里要求处理好家事。陈志邦越发觉得娘压根不把他当儿子，只是想控制他，把他牢牢握在手心。陈老太婆见儿子真的生气了，也不敢闹太大，怕儿子不认他这个娘。他立马换了父模样，开始道德绑架。儿子，从小你爹就去世了，我一个女人没改嫁，辛辛苦苦把你拉扯长大，这期间吃了多少苦你都不知道。要是以后你没后代，回去村里还不得被村里人笑死。刘翠花听着不由得低下了头。说到底还是因为她没生出娃。陈家每天都因为陈老太婆的无理取闹，单方面发动婆媳战争，每次又都以陈志邦发怒收尾。这边的争吵声动静很大，自然瞒不过隔壁院子的温玉英三人。幸好三人都快吃饱了，不影响食欲。当初我让你好好选自己的院子，你不听，现在后悔了吧？没事，我已经申请了新建的家属楼了。你晋升了？报告都已经下来了。可以啊，你小子够快啊。跟你差不多。两人开着玩笑，温玉英忍不住看了沈彦洲一眼，没想到这个总是面色淡淡的男人，竟然也会跟人开玩笑。行啊，今天这餐吃的真不错，过瘾。我先回去了，天快黑了。吃完饭后，肖莫起身离开了。沈彦洲等他走后，才开始收拾碗筷。温玉英想帮忙，却被他拒绝了。你还怀着孕，好好休息，去洗澡睡觉吧。天刚亮，温玉英就被沈彦洲叫醒。这是他随军以来第一次醒来时，沈彦洲还在身边。起床了，今天是镇上的赶集日，得去早点才能买到肉。就为了买肉啊？温玉英走出去，看见小张带着另外3个小兵正跟沈彦洲说话。几人一见到他，嫂子好。你们好。你不是说从护士寄了东西过来吗？寄到了哪里？我叫小张他们去拿。对，寄了几大包裹。你上次开的那种车，怕是不够装。没事，叫他们开一辆半挂式的车过去拉就好。我去跟上头申请车，很快就回来。
好的。沈彦舟带着4个小兵离开后，温玉英无事可做，便进入了空间。她之前在林田撒下的种子，已经冒出了许多绿色的嫩芽。好快啊，特别是这些菜，要不了几天就能吃了吧？空间里面能种植和养东西，但是就是不能炒菜。之前试过，压根就不能生火，没有火菜怎么炒熟呢？要不是因为这个，早就在这里偷偷做菜吃独食了，也不用想方设法不让邻居们发现自己炒了肉。刚从空间出来没一会儿，沈彦舟就回来了。怎么样了？车申请到了吗？申请到了的，小兵们出部队程序简单一点，我的身份要走太多程序，所以就让他们去拿东西。走吧，我们去镇上。怎么去？坐车吗？部队有去镇上的大巴车，跟车去就行了。很多家属院的人都是坐最早那一趟去，赶集日很多家属都会拿菜或者制作的一些手工活拿去镇上卖。好，那我们现在去吗？什么时候发车啊？一般来说够人就发车，先过去吧。温玉英跟着沈彦舟走出家属院，一路上遇到不少士兵，他们纷纷向沈彦舟打招呼。沈副团长好。沈副团长。沈副好。幸好从小到大被人这样盯着看习惯了，这要是换了其他女同志，怕是早就羞得抬不起头了。没多久，两人就走到了部队外出的发车地，这里专门建了个站台，供家属院的人等车。站台上已经聚集了不少等着去镇上赶集的人。温玉英见状，脸上难免露出几分窘迫，生怕又被众人围观打量。车还没来，我们在这里等会儿吧。沈彦舟轻声解释，从部队到镇上只有1辆大巴车，得等上一趟车回来了才能发下一趟。现如今国家还处在落后阶段，资源不充裕，这样的情况也是没办法避免的，只能慢慢克服。温玉英轻轻应了一声，两人刚站定，就吸引了不少等车家属的注意，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咦，那个军官是不是沈副团长啊？对，就是他。那他旁边那个姑娘是他媳妇吗？是啊，就是他媳妇。我昨天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见过，长得可俊了。啧，这长相真的是……家属甲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身边的人用手肘轻轻捅了一下，示意他别再往下说。干啥啊？别说了，金花在咱们后面呢。两人的声音不算太小，站在他们身后的蒋燕姿听得一清二楚。她的嘴唇被牙齿咬得紧紧的，甚至都尝到了一丝血腥味，双手攥成了拳头，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肉里。为什么偏偏要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沈彦舟，你这是故意让旁人看我的笑话吗？你怎么能对我这么残忍？当初我追求你，闹得部队上上下下谁不知道？现如今你结婚了，就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带着你媳妇四处晃悠，让这些家属都来围观我、笑话我。我到底哪里比不上那个花瓶一样的女人？沈彦舟，你就是这么肤浅的人吗？只喜欢长得好看的，可好看又有什么用？她除了一张脸一无是处。燕姿，你没事吧？你的脸色好难看。于苗苗也是部队的文职人员，和蒋燕姿关系最好，见状连忙关切询问。蒋燕姿这会脸色惨白，神情失魂落魄，显然被刚才的对话刺激得不轻。沈副团长也太过分了，怎么能这样带着别的女人明晃晃出现在你面前呢？苗苗，你别说了，本来就是吗？这时，温玉英跟着沈彦舟走到了站台中央，她察觉到周围家属的目光有些奇怪，像是在看什么热闹似的。沈副团长，这是你媳妇啊？带她去镇上买点东西。沈彦舟的回应让现场家属们更忍不住打量温玉英，纷纷觉得这姑娘样貌出众，难怪能让一向冷淡的沈副团长如此上心。沈副团长，你媳妇怎么称呼啊？我姓温，姐叫我温妹子就行。温玉英不想太过张扬，没报全名，想着以后熟了自然会知道。温妹子，可算见着你了，我叫陈美娟，在部队服务社工作。你长得真好看，说话声音也甜，以后多出来走动走动啊。你来部队几天了？我来部队第4天了，之前一直待在家属院，没怎么出来。今天趁着沈彦舟休假，跟他去镇上买点东西。温玉英的话让身后的蒋燕姿心里更酸了，可沈彦舟的目光全程落在温玉英身上，压根没注意到人群后的他。在沈彦舟心里，他和蒋燕姿本就毫无关系，自然不会特意留意。去个镇上还要人陪着，真够娇气的。于苗苗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在场所有人听清。原本喧闹的站台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沈彦舟和温玉英身上。沈彦舟脸上的温和瞬间褪去，神色冷了下来，目光锐利地看向于苗苗。于苗苗被这眼神看得浑身发毛，才想起沈副团长在部队里是出了名的不好惹，可话已经说出口，只能硬着头皮辩解。我说的是我自己，不是说他。真的，我去镇上也要燕姿陪着，我才娇气。这苍白的解释让现场家属们都忍不住在心里发笑，谁都听得出他是在指桑骂槐。在这个年代，大家思想传统，总觉得沈彦舟和曾追求他的蒋燕姿有不清不楚的关系，如今都等着看沈彦舟会偏向谁。对不起，我真的不是说温同志。温英看着前倨后恭的于苗苗，心里有些无语，猜到对方大概是喜欢沈彦舟，才会对自己抱有敌意。他没有阻止沈彦舟，反而想看看这个男人会怎么保护自己。蒋燕姿看着这一幕，脸色铁青，心里暗骂于苗苗蠢货，却又不得不站出来替他说话，毕竟于苗苗是为了帮自己。沈副团长，你这样凶巴巴的看着一个女同志，不太好吧？苗苗只是说了句实话，你未免太较真了。
蒋燕姿心里满是委屈和嫉妒，她想不通自己哪里比不上温玉英，为什么沈燕洲对自己冷冰冰，却对温玉英如此体贴？嫉妒冲昏了她的头脑，让她完全失去了理智。沈燕洲这才注意到人群后的蒋燕姿，眉头紧紧皱起。这位女同志，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去镇上是我非要陪着我妻子，我不希望再听到有人说她娇气。沈燕洲虽然觉得温玉英偶尔确实娇气，却只允许自己在心里想想，绝不容许别人带着恶意指责她。她就是喜欢她的娇气，这样才能让她感觉到自己被需要。于苗苗的脸瞬间涨得通红，被当众驳斥，让她觉得格外丢人，只能紧紧抓着蒋燕姿的衣角，寻求安慰。蒋燕姿听到沈燕洲的话，也清醒了过来，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行为有多愚蠢，只会让沈燕洲更加厌恶自己。对不起，沈副团长，你别生气。算了吧，我刚来部队，跟大家都不熟，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了这2位女同志，不过没关系，我不介意的。温玉英清楚这是对方在故意道德绑架，自己自然不能输，便顺势装起了委屈，将自己放在弱势地位。就是啊，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心里该有数吧。指桑骂槐的，最讨厌这种人了。温妹子，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就是嫉妒你，嫉妒沈副团长疼你。可不是嘛，我一个已婚妇女都羡慕你，更别说没结婚的小姑娘了。家属们纷纷替温玉英说话，一方面是看不惯于苗苗和蒋燕姿的做法，另一方面也是想讨好身为副团长的沈燕洲。大家都看出来了，沈燕洲是真的疼温玉英，绝不容许她受一点委屈。谢谢各位姐，我初来乍到，性格也木讷，怕自己说错话得罪人。沈燕洲看着温玉英装出来的可怜模样，无奈地摇了摇头，没想到自己的妻子如此聪明，懂得利用舆论保护自己。他原本还担心温玉英会无理取闹，现在看来是自己多虑了。蒋燕姿被温玉英摆了一道，气得浑身发抖，一把甩开于苗苗的手。你自己去镇上吧，我不去了。蒋燕姿全程没给温玉英道歉，拉着于苗苗转身就走。温玉英并不在意，这一局她已经赢了，和这2个人结仇也无所谓。她这辈子不想再做任人欺负的软柿子，更何况她的丈夫是军官，没必要忍气吞声。怎么就走了？1周就一次赶集日，多可惜啊！家属们看着蒋燕姿的背影，议论纷纷，显然还没看够热闹。温玉英在心里翻了个白眼，觉得这些家属实在无聊。就在这时，去镇上的大巴车缓缓驶来，家属们立刻涌上前，争先恐后的往上挤，生怕抢不到座位。回城时，这会车上还有不少空位。沈燕洲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我来到这里后，他一直对我多有照顾。之前还想着跟他离婚，我真是个坏女人。不睡一下？这会儿不困，不是没多久就到部队了吗？对，20分钟左右就能到家属院了。看那片刚收割完稻谷的田地，现在刚过丰收的季节，不然部队会去附近的镇上帮着收割稻谷。你也会去吗？没有任务的情况下都会去，不过我们都是带队，只会安排下面的人干活。这样啊，那我来的时间还刚刚好，不用下地干活。不会，家属院的不用去，部队叫去帮农民们的忙也是一种任务。就他这模样，下地不到几分钟，怕是就要闹着回家了。我是真的干不了农活，上辈子就是下地干活，最后病死了。不过那会病死的突然，也跟多方面因素有关，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活下去的欲望，求生欲极低。你不想做的事情就不用做，我做就好了。眨眼间，车子到站了。沈燕洲去后面拿东西，温玉英下车后，看见站台上有几个排队等车去镇上的人。巧的是，今早没上车的于苗苗和蒋燕姿也在队伍之中。她刚好与站在最前面的蒋燕姿对视上，清晰地感受到了对方眼里的不屑。哼，这个女同志到底在神气什么？她到底自信什么？难道我很差劲吗？一直用这种轻蔑的态度对我。不过懒得理会她，无非就是嫉妒。她心上人最后跟我结婚了。走吧。看着自己爱慕的男人帮他的妻子拎着那么多大包小包的东西，我酸的眼睛都要发胀了。哼，我今天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受第2次罪？那个从来冷着脸让我无法触及的男人，竟然会拎这么多东西。沈副团长到底看上他什么了？难道就因为他长得好看？蒋燕姿不甘心极了，但有沈燕洲在，她不敢再像早上那样冲动乱说话。燕姿，你别想沈副团长了，他那样维护别的女人，这样的男人喜欢来干嘛？我也不想想啊，可部队那么多男人，就沈燕洲能入我的眼？我喜欢了他好几年，他却突然就结婚了，伤心的只有我而已。苗苗，你说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2人离婚吗？燕姿，破坏军婚是犯法的。我当然知道破坏军婚犯法，所以才问你啊。别在车站说这个，等会儿被人听去了。你别着急，到时候我帮你想想办法看看。你不是说想要去拨电话？这个点林教授一家应该都回家了，要不要现在去趟景通联？景通联现在还有人在？有的，一直都有人值班，毕竟是唯一能通讯的地方，肯定要有人值守，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也能及时收到信息。好，那就去吧。我想问问，我来部队随军之前，大伯一家指使刘耀祖半夜偷偷潜入我小洋楼一案，现在处理的怎么样了？2人说走就走，刚出院子就撞见一个频频往他们院子张望的大婶，正是团长叶修的妻子张艳菊。咦，沈副团长好啊，这位是你媳妇吧？听说你媳妇来家属院随军了。张艳菊嘴上跟沈燕洲打招呼，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温玉英，暗自惊叹她比蒋燕姿好看太多。你好，张姐。
我们还有事儿要办。沈燕洲没打算多聊，拉着温玉英就走。张燕菊愣了愣，心里暗骂温玉英没礼貌，转头就回家跟丈夫叶修吐槽。我主动去跟那个小媳妇打招呼，她竟然不跟我攀谈巴结，真是没礼貌。我丈夫是团长，沈燕洲不过是个副团长，就该捧着我这个团长夫人。你这个团长当得真没出息，还怕他一个副团长？你整天管别人家事干啥？沈副团长才20多岁就升副团长，前途不可限量，你得罪他干嘛？他现在都升团长了，跟我一个级别，人家还那么年轻，你别给我乱得罪人。什么？升团长了？他是不是有什么关系？不然为啥升得这么快？凭什么啊？乱说什么？沈团长本事大，战绩多，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你别用你那龌龊心思想别人，也别大嘴巴出去乱说。行，我大嘴巴子，你千万别吃我做的饭。温玉英和沈燕洲没察觉身后的风波，径直走向了景通联通讯室，拨通林教授家的座机电话。之意，林伯伯他们还没回家吗？我到部队几天了，你们最近怎么样？他们今晚回不来那么快。温姐姐，你放心，那个闯入你家的混蛋，最起码要被判几年。那他的同伙呢？我大伯一家，他们有没有事？他们不承认指使，警方没办法，现在还在拘留。对了，温之夏来问我你去哪了，我都没说。还有怀清哥，这几天也找过你，问你去哪里了。他还敢来找我？你别理他们就行。温玉英挂了电话，心里松了口气，知道大伯一家还被关着。沈燕洲见他神色平复，才上前询问。说完了，我们回去吧。回去吧。温玉英没跟沈燕洲提电话内容，但沈燕洲早已猜到几分，主动跟他分析案情。京市离沪市远，你那个案子没造成实质伤害，闯入者又拒不承认受人指使，你大伯和堂哥估计关押半个月就会被放出来。你别想那边的事了，有我在，他们伤不到你。我知道了，我不乱想了。第二天中午，小张就带着几个士兵主动上门帮忙犁地，一进门就忙活起来。嫂子，你去忙你的，不用管我们。我们在食堂吃饱了才来的，干活消食。那我去给你们打水喝。温英给水里掺了稀释的灵泉水，小兵们喝了都眼前一亮，只觉得浑身舒坦，甚至感觉就伤都不疼了，纷纷要再盛几碗。温玉英还主动询问他们想吃什么，要做饭招待。不用了，嫂子，就喝点你们家的水就行。以后有啥要帮忙的，尽管说。中午时分，家属院不少人出来消食，看到温玉英家有士兵帮忙犁地，都驻足围观。张燕菊也溜达到门口，开口就阴阳怪气：“这是干啥啊？沈副团长让你们来做免费的白工啊？”张姐，现在要叫沈团长了，我们是自告奋勇来帮忙的，嫂子还说要请我们吃饭呢。那你们帮我们家松松土咋样？我也懒得弄。张姐，你要请我们吃饭啊？哼，吃饭？食堂没饭啊？吃什么饭？我们来帮沈团长家是自愿的，嫂子大方，以后我们还愿意来。张燕菊挑拨失败，正要离开，瞥见沈燕洲出来，又上前搭话：“沈团长，你媳妇来回针前是没有工作的吧？我直说了啊，她不用做工，种菜还要别人帮忙，啥也不干，影响不太好。”不好？有什么不好？家属院有规定，媳妇必须干所有活吗？部队有相关报告吗？这位大姐，您是不是姓海啊？哼，我姓张，不姓海。哦，原来是姓张啊，我以为大姐您姓海呢，管得那么宽。士兵们忍不住笑出声，张燕菊气得说不出话，指着温玉英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你这个小媳妇可真没礼貌。沈团长，你不管啊？张姐，您太闲的话，还是去管管自己的孩子吧。我媳妇我自己乐意惯着，不希望别人说她。张燕菊气冲冲地回家跟叶修诉苦，叶修听后瞬间清醒，起身就要去找沈团长道歉。你还要得罪多少人才甘心？人家媳妇刚来你就去挑事，嘴巴怎么这么碎？哼，我得罪人？叶修，你这个混蛋，给我说清楚。军区大院门口的大树底下，6、7个军嫂们聊着八卦。我跟你们说，今天中午的那场好戏，你们是没看见，2个团长夫人吵的那叫一个不可开交。嘘，小声点，毕竟人家身份是团长夫人呢。切，就是因为她是团长夫人，管到我家闲事的时候，我才没给她甩脸子。这要是别人，我早就破口大骂了。什么玩意儿啊！跑到我家跟我说我女儿太胖了，让我别给女儿吃那么多好吃的，不然以后嫁不出去，也不看看自己的女儿，都4年级了还那么胖，怎么好意思说我4岁女儿胖的？你这个还不算什么呢，她去到我家跟我婆婆说，煮饭带娃这些就该是媳妇做的事情，我婆婆这个年纪该享清福了。哦，自己婆婆没帮她，她看不惯我婆婆勤快帮我干活，还去怂恿老太太以后要让我伺候，这是什么道理？我都快要气死了。平日里本来就忙，她还来挑拨，说什么谁家媳妇不是伺候婆婆的。你们这些算什么？上个月我家那位的津贴发下来，我拿着布票换了一匹鲜艳的布做新衣裳，本来开开心心的，他遇到我突然走过来跟我说都大把年纪了，还穿那么鲜艳的衣裳，不害臊。我当时气得想破口大骂，但我家那位只是个营长，怕影响他硬是没敢反驳。一帮人凑在一起小声议论，还时不时看看四周，怕有人发现他们在说团长夫人坏话。
所以啊，还是新来的那位军嫂敢说啊。你们知道他今天怎么对那人的吗？什么啊？你快说啊！急死我了！今天睡午觉，错过了这么大的热闹，还是2个团长夫人的。他问那个是不是姓海的，不然怎么管得那么宽？这话一出，现场的家属纷纷哈哈大笑起来。果然是年轻啊，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话都敢说。怕是那个现在要气死了。那咋了？人家愿意请士兵们吃饭，士兵们也乐意帮人锄地，本来就是和和美美的事情，还能增进感情。他偏偏想去占人小兵便宜，一听要请客吃饭，那脸变的哟。温玉英自然不知道这些八卦，对完张艳菊后就将这事抛到了脑后。他没必要在家属院唯唯诺诺讨好别人，该处的关系还是要处，但那些不好相与、爱找事的家属也没必要捧着。毕竟一个人要是讨厌你，你做什么他都挑刺。士兵们花了不到1个小时，就把温玉英院子门口的地全部除好了，土地都被翻新。温玉英打算第2天再撒种子。突然听到隔壁院子传来动静，转头刚好跟刘翠花的眼神对视上。温妹妹，刘姐姐，你这个时候去干嘛？哦，我婆婆说现如今中午太阳大，让我这会儿没事干就来菜地里给菜浇水。温玉英闻言，暗自觉得刘翠花的婆婆不可理喻，真想让她怀孕，怎么会这个时间不让人休息，反而叫人出来干活？这根本不是盼着孙子的人能做出来的事。刘翠花的性子还是太过于懦弱，自己不站起来，别人再怎么帮也没用。没事的，我这边马上就弄好了。不过温妹妹，你今天真的好厉害。厉害？我吗？我怎么厉害了？就你今天中午啊，赶那样说叶团长家的那位，在家属院啊，不管多厉害的嫂子，见到他都绕着走。啊，还好吧，他本来就管得宽啊。我要是真得罪了他，有错我肯定认，也会道歉，但我又没错，他来管我，简直莫名其妙。是啊，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但是有勇气敢反驳他的，你是第一个。刘翠花看着温玉英的神情，充满了欣赏与崇拜。她说的，又何尝不是自己一个没有勇气的人？刘姐姐，我觉得你真的很好，要是再多一点维护自己的勇气就好了，你觉得呢？你说的对，我就是太懦弱了，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改。她的性子从被卖到陈家后就一直这样。陈老婆子为了驯服她，折磨了她20几年，现如今哪里是说改就能改的？害怕陈老婆子已经刻在了刘翠花的骨子里，只要陈老婆子下达命令，她就下意识的去执行，不带一丝犹豫。刘姐姐，你现阶段的最大愿望是什么？愿望？我现在就想能给我丈夫生下1子1女，其他都不敢奢望了。那你就冲着这个目标去生出勇气。我就跟你直说了，你现在这个点应该放松休息，而不是这个时候还出来忙着忙呢。你的精力都拿来做这些，怎么可能怀上孕？温玉英懂一些医学知识，关于怀孕的基础前提，她算得上半个专家。就连沈燕洲都不知道温玉英之前读的是医学院。不过这会儿温玉英不打算暴露自己懂医术的事，在特殊的时候暴露，对她更有利。你刚刚说的那些是真的吗？是真的，你首先要保持好心情，别整天劳累，还得补充营养。你最好喝点牛奶补充蛋白质，实在没有牛奶就多吃鸡蛋。你现在太瘦了，一看就是缺乏营养导致的。沈燕洲训练中场休息时，叶修正快步朝他走来。沈团长，有空不？想跟你说几句话。两人走到空旷处，叶修先叹了口气，神色带着几分无奈。昨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叫你出来是替我媳妇向你和你媳妇道歉的。叶团长，我觉得张姐这个毛病得改改，尤其是影响部队团结的话，还是少说的好，免得日后酿成大错。不过我只是提醒，毕竟昨天到最后，他也没跟我媳妇正式道歉。我知道，昨天我就说过他了。叶团长，不是我小气，但以后张姐要是再找我媳妇的麻烦，我说话也不会客气。我知道，他要是再胡来，你们不用客气，该说就说。叶团长放心，家属院归家属院，部队归部队，我不会因私事影响工作。你小子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升团长呢，你的学历和能力，这年纪升团长，部队里没人不服。谢谢。另一边，办公室里的张艳菊依旧无精打采，全程明里暗里摸鱼，活全落在了蒋燕姿身上。好不容易闲下来，蒋燕姿终于忍不住开口询问：“姐，你心情不好啊？昨天请假，今天干活也没精神。”哎，还不是沈团长那个媳妇害的。姐，沈团长媳妇咋了？其实啊，还是蒋妹子你跟沈副团长更配。他那个媳妇一言难尽。他媳妇到底咋了？他锄个地还大动干戈，叫了5、6个小兵帮忙。来部队随军还这么娇气，我多说2句怎么了？我好心提醒他别影响部队团结，他倒好，问我是不是姓海。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他又说不是姓海，怎么管得这么宽？你说气人不气人？他怎么这样娇里娇气的？也不知道沈团长看上他啥了？还能啥？不就是长得好看呗？你瞅瞅他那肌肤，白里透红，嫩得像水豆腐，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啊，蒋妹子？蒋燕姿一阵无语，自己皮肤本就偏蜡黄，平日里全靠进口粉底遮掩。张艳菊这话无疑是戳她痛处，但想到温玉英抢了自己喜欢的人，即便觉得张艳菊管得宽，也依旧选择站队。哎，你还喜欢沈团长不？姐说实话，你跟他才真的配。他那个小媳妇就是个败家娘嘛，找人离地还要请吃饭，当家里你多啊。
姐，你觉得他们会离婚不？军婚哪是说离就离的？不过什么？除非你能找到他道德败坏或者间谍之类的证据，部队肯定会干涉。军嫂名誉败坏，沈团长为了晋升，说不定就会申请离婚了。自温玉英点拨后，刘翠花终于鼓起勇气跟丈夫陈志邦诉说委屈，希望能少干点活，攒钱补身子。陈志邦心疼媳妇，转头就去劝母亲。陈老太婆起初不乐意，可架不住抱孙子的念想，终是松了口。之后，刘翠花省吃俭用，每隔几天就偷偷买鸡蛋补身体。这天清晨，她刚起身要挑水，突然一阵恶心涌上喉咙，蹲在地上干呕起来。陈老太婆拎着扫帚出来，张嘴就要呵斥：“懒驴上磨屎尿多，大清早的不干活瞎磨蹭啥？”妈，你别喊！你看翠花这反应，莫不是有了？啥反应？你是说翠花她怀上了？陈志邦看着媳妇的模样，心里有了猜测，顾不上挑水，就往村口跑，托人去镇上请大夫。陈老太婆站在原地，看着干呕的刘翠花，眼神里藏着怀疑与期待。约莫2个时辰，大夫来了，给刘翠花把了脉，又问了几句饮食起居，随后笑着起身道喜：“恭喜恭喜，尊夫人这是有喜了，约莫1个多月的身孕，脉象还算平稳，就是身子骨弱了些，得好好静养，多补补营养。”有喜了3个字一出口，陈老太婆手里的扫帚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脸上的褶子瞬间笑开了花，3步并作2步凑到刘翠花身边，小心翼翼地扶着她，连声音都软了8度。翠花，我的好媳妇，你咋不早说嘛？快进屋坐着歇着，地上凉。早饭妈来做，你想吃啥？鸡蛋羹、小米粥，还是贴饼子？妈都给你弄，管够。刘翠花被婆婆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吓了一跳，眼眶瞬间泛红，声音带着哭腔，不敢置信。太好了，翠花，我们有孩子了，以后家里的活都我来干，挑水、劈柴、做饭，啥都不用你管，你就安心养胎，啥也别操心。刘翠花看着婆婆忙前忙后往灶房跑，嘴里念叨着要杀老母鸡给自己补身体，丈夫也拿起扁担去挑水。往日冷清的院子里满是烟火气，她鼻头一酸，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这是她进陈家多么年来第一次感受到这般呵护。情绪平复后，她第一个就想把喜讯分享给温玉英，脚步轻快地往隔壁走去。温妹妹在家吗？刘姐姐，是你啊，快进来坐。温妹妹，我怀上了，我真的怀上了，大夫刚来看过，说有1个多月了。太好了，刘姐姐，我就说你肯定可以的，这下可太好了，以后可得好好照顾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劳累了，想吃啥就跟婆婆说，怀了孕可得好好补补。恭喜你，刘嫂子，怀了孕要多注意休息，有啥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们说，不用客气。谢谢你们，真的太谢谢你们了。要是没有温妹妹上次点拨我怕是还不敢跟当家的开口，也不会有今天。我婆婆现在对我可好了，说要杀老母鸡给我补身子呢。刘翠花絮絮叨叨跟温玉英和沈彦洲说着家里的变化，眼里的光芒亮得像星星。温玉英和沈彦洲静静听着，真心为她高兴。日子一天天过去，陈家彻底没了往日的争吵。陈老太婆每天变着花样给刘翠花做吃的，连凉水都不让她沾。家属院的人见了，都打趣陈老太婆盼来了好福气，她也不恼，笑着应承，脸上满是得意。这边陈家阖家欢喜，那边蒋燕姿看着温玉英被沈彦洲呵护备至，心里的嫉妒越发浓烈。她想起之前跟张燕菊聊过的话，一个阴狠的念头在心底成型，打定主意要栽赃温玉英，让她在家属院待不下去。温玉英，你以为有沈彦洲护着你就能高枕无忧了？只要我能证明你道德败坏、偷鸡摸狗，看沈彦洲还会不会要你。到时候整个家属院都唾弃你，你只能灰溜溜的滚走，沈彦洲就是我的了。苗苗，姐求你个事，我妈下个月过生日，我想给她准备个礼物，可我手头紧，又想找个有心意的。我知道你有一套奶奶传下来的银饰，能不能借我用几天？我照着款式打一套新的，很快就还给你。这是我奶奶留给我的，不太好借吧？就借3天，3天我肯定还给你，我保证好好保管，绝对不会弄坏的。苗苗，你就帮帮姐吧，以后姐肯定报答你。于苗苗架不住蒋燕姿的软磨硬泡，又想着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最终还是把银饰借给了她。拿到布料和银饰后，蒋燕姿特意观察了温玉英的行踪，发现她每天上午都会去自家菜地摘菜，这是她唯一不在家的时间。这天上午，蒋燕姿趁着温玉英去菜地，偷偷溜到沈彦洲家的柴房外，见四下无人，就从柴房的缝隙里把碎花布和银饰扔了进去，藏在了一堆柴火后面，确保不被轻易发现，又能在搜查时恰好被找到。一切准备就绪，当天下午，蒋燕姿提前下班，在家属院的大槐树下大声哭喊起来：“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刚买的新布料不见了，我妈留给我的祖传银饰也丢了，那可是我妈的念想啊，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家属院的人听见哭声，纷纷围了过来。张燕菊正好路过，见状立马凑上前附和，故意往温玉英家的方向瞟。哎呀，这是谁这么缺德啊？连别人的祖传物件都偷。燕姿，你别着急，想想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或者有没有谁见过你的布料和银饰。我也不知道得罪谁了，我那布料是昨天才买的新款，就放在服务社那边，今天一上班就不见了。还有那银饰，我昨天还戴过，今天就没了。我听说沈团长家的媳妇最近经常去服务社看布料，还问过银饰的价格。大家都听见了吧？
我看啊，说不定就是有人手脚不干净，把东西藏在沈团长家了。走，我们跟燕姿一起去沈团长家看看。要是真在他家，可不能轻饶了他。围观的人里有几个爱嚼舌根的跟着起哄，嚷嚷着要去沈燕洲家搜查。温英刚从菜地摘完菜回来，看见一群人朝着自家院子走来，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张姐、蒋同志，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带着这么多人来我家，是想闹事吗？温余英，我丢了新布料和祖传银饰，有人看见你最近一直在打听这些东西，我怀疑是你偷了我的东西。我打听布料和银饰就是我偷的，这是什么逻辑？蒋同志，说话要讲证据，你凭什么认定东西在我家？无凭无据的就带人来我家闹事，你是不是太过分了？是不是过分？搜一搜就知道了。你要是没偷，怕什么搜查？你敢让我们搜吗？就在这时，沈燕洲训练回来，正好看见这一幕，脸色瞬间冰冷，快步走到温玉英身边，将她护在身后。我媳妇的为人，我比谁都清楚，她绝对不会做偷鸡摸狗的事。我家是私人住所，你们没有任何证据就想强行搜查，就是侵犯他人隐私，休怪我不客气。沈燕洲的威严让周围的人都不敢说话了，有几个明事理的悄悄议论起来。是啊，没有证据就搜查人家家，确实不太好。温同志看着不像是那种人啊。就是蒋同志要是真丢了东西，应该先找部队帮忙调查，这么带人闹事不太合适。蒋燕姿骑虎难下，硬着头皮无视沈燕洲的警告，非要进屋搜查。沈团长，你不能因为她是你媳妇就偏袒她。今天必须搜，要是搜不出来，我给你们道歉；要是搜出来了，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蒋燕姿不顾阻拦，冲进柴房，很快就举着布料和银饰跑了出来，兴奋地大喊：“大家快看，我找到我的东西了，就在他家柴房里。温余英，你这个小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蒋燕姿把东西举得高高的，之前起哄的几个人立马开始指责温余英，温余英却一脸平静，往前走出一步，目光清亮地看着蒋燕姿。没想到温同志是这种人啊，竟然偷东西。就是啊，还是偷的祖传银饰，太不道德了。温英看着蒋燕姿手里的布料和银饰，脸上没有丝毫慌乱，他往前走了一步，目光平静地看着蒋燕姿。蒋同志，你说这是你的东西，有什么证据？第一，这块碎花布是服务社昨天才到的新款，我昨天根本没去过服务社，怎么可能偷你的布料？你说是你买的，那你的购买票据呢？服务社买东西都要开票据，你把票据拿出来给大家看看。第二，这银饰你说是祖传的，那你说说它的来历，上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号？还有，谁能证明这银饰是你的？我票据不小心弄丢了，这银饰是我妈给我的，是我外婆传下来的，没有什么记号。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有这套银饰。陈姐，你是服务社的负责人，也是昨天负责接待顾客的柜员，你应该认识这块布吧？麻烦你跟大家说说，蒋同志昨天有没有买过这块碎花布？这块布确实是我们服务社昨天到的新款，但是蒋燕姿昨天一整天都在上班，从早上开门到晚上关门，一直没来过，根本没有时间来买布。而且我们服务社的新款布料都是明码标价，放在柜台里售卖，昨天根本没有卖出过这块碎花布，票据本上也没有相关记录。陈姐的话一出，人群瞬间安静下来。蒋燕姿脸色发白，急忙辩解，却被陈姐当场打断。我没记错，昨天我全程都在柜台，每一笔交易都有记录，这块布确实没卖过，而且仓库的钥匙只有我和仓库管理员有。蒋燕姿，你手里的这块布怎么来的？你最好说清楚。就在这时，于苗苗从人群里跑了出来，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她把所有话都听明白了，终于知道蒋燕姿借银饰的真正目的。大家别听蒋燕姿的，这银饰不是她的，是我的，是她3天前借我的，说要照着款式给他妈打新的，没想到她竟然用来栽赃温同志。你胡说，这明明是我的。于苗苗，你别血口喷人。我没有胡说，这是你借我银饰的时候给我写的借条，上面还有你的签名，你自己看。于苗苗把借条递给身边的家属，家属大声念了出来，真相瞬间大白。围观的人纷纷指责蒋燕姿，场面一片混乱。原来是你故意栽赃人家，蒋燕姿，你也太歹毒了！为了抢别人的丈夫，竟然做出这种事，太不要脸了。张艳菊见势不妙，悄悄往后退想溜走，却被身边的家属一把拉住。张姐，你刚才不是说的挺起劲的吗？怎么现在想走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蒋燕姿要栽赃温同志，故意帮他起哄啊？我没有，我就是路过，不知道他是故意栽赃的。沈燕洲看着眼前的一切，脸色冰冷的可怕，一步步走到蒋燕姿面前。蒋燕姿，你故意栽赃军属，破坏家属院团结，还偷窃服务社的财物，性质极其恶劣。我会把这件事如实上报部队，让部队给你严肃处分。从今往后，不准你再靠近我家半步，也不准你再骚扰我的家人。不要，我不是故意的，沈团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沈燕洲懒得再看他一眼，转身扶住温玉英，轻声询问他有没有事。温玉英摇了摇头，对他露出安心的笑容。很快，部队保卫科的人来了，把蒋燕姿带走。经过调查，部队对他做出严厉处分，开除公职，并遣送回老家。
张艳菊也因帮腔起哄，被叶团长狠狠训斥，还在家属院大会上做了检讨。之后见了温玉英都躲着走。这场风波过后，家属院的人更佩服温玉英的冷静聪慧，也更认可她的为人。平时谁家有难处，都会主动来找她商量，温玉英也总是耐心帮忙。温妹子，这是我家菜地种的黄瓜和西红柿，新鲜着呢，给你补补维生素。之前谢谢你帮我劝我家那口子，他现在再也不跟我吵架了。太谢谢你了，举手之劳而已，你别放在心上。快坐吧，喝杯茶歇会儿。温玉英的善良和真诚打动了所有人，家属院的氛围也变得越来越和睦，大家互帮互助，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互相分享，满是人情味。解决了蒋燕姿的麻烦，温玉英心里彻底轻松下来。随着孕期推进，她的肚子越来越大，行动也越发不便。沈燕洲把所有能推的应酬都推了，一门心思照顾她。每天早上训练前都会把温热的早饭端到床边，训练结束后总是第一个冲出训练场往家赶，生怕她一个人在家孤单或出事。知道孕期水肿难受，沈燕洲还特意学了揉腿的手法，每天晚上都会坐在床边，小心翼翼地给她揉腿，力道轻柔的像对待稀世珍宝。沈燕洲，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不仅会做饭，还会揉腿了，比我还细心。你怀着孕辛苦，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要你和孩子好好的，我做什么都愿意。你说这里面是男孩还是女孩啊？我有时候感觉他在踢我，好像很活泼的样子。沈燕洲俯身，把耳朵贴在他的肚子上，认真地听了听，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容。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喜欢。男孩就像我一样保护你，女孩就像你一样温柔可爱。只要你和孩子平平安安的，就比什么都好。沈燕洲还特意托北京的战友，四处搜罗孕期补品、燕窝、人参，还有南方的新鲜水果，只要是对温玉英和孩子好的，他都毫不犹豫地买回来。这些稀罕东西在当时很难得，沈燕洲却总说，只要媳妇和孩子平安健康，花多少钱都值得。不仅如此，他还特意去部队医院请教医生，记下了孕期注意事项，每天照着清单给温玉英安排饮食，怕她吃腻了，还变着花样做辅食。家属院的人看在眼里，都羡慕温玉英好福气，嫁了个这么疼人的丈夫。沈燕洲，你现在厨艺越来越好了，比饭店的大厨都厉害。医生说多吃鱼对孩子大脑好，你多吃点。喜欢吃我以后经常给你做。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家常便饭就好。对你和孩子怎么都不算麻烦。沈团长对温同志也太好了吧，每天都把她宠成公主，我们看着都羡慕。是啊，温同志也是个好姑娘，温柔善良，待人真诚，他们俩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转眼就到了预产期，温玉英的肚子已经大得像个圆滚滚的皮球，连走路都需要人小心翼翼的搀扶。沈燕洲提前跟部队请了长假，寸步不离地守着她。这天晚上，温玉英突然感觉肚子一阵一阵的绞痛，疼得她浑身冒冷汗，紧紧攥着床单。沈燕洲，我肚子疼，好像要生了。英英，你别怕，我这就带你去医院。沈燕洲抱起温玉英就往部队医院跑，脚步又快又稳，生怕颠着她。路上遇到几个晚归的家属，大家见状都主动上前帮忙，有人跑去医院叫医生，有人回家拿上温玉英提前准备好的待产包跟在后面。很快，温玉英就被顺利送进了产房。沈燕洲在产房外焦急地来回踱步，手心全是冷汗，耳朵紧紧贴着产房的门，生怕错过里面的任何一点声音。听到温玉英痛苦的叫声，他的心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又疼又急。英英，辛苦你了，你一定要平安，一定要平安啊！没过多久，刘翠花就挺着快要足月的孕肚，拎着一个保温桶赶来医院。桶里是陈老太婆特意煮的浓浓的鸡汤，还放了红枣和枸杞，说是生完孩子喝最补身子。陈老太婆特意叮嘱刘翠花，让她好好陪着沈团长，帮着照看点。沈团长，你别担心，温妹妹吉人自有天相，肯定会顺利生产的。我妈特意煮了鸡汤，等温妹妹生完孩子就能喝了。谢谢你，刘嫂子，也谢谢陈大妈。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产房里温玉英的叫声渐渐变得微弱，沈燕洲的心也一点点沉了下去。他紧紧攥着拳头，指甲都嵌进了肉里，嘴里不停默念着平安。刘翠花在一旁也急得不行，时不时地往产房门口张望，还轻声安慰沈燕洲。不知过了多久，产房里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紧接着又一声啼哭紧随而至，两声哭声清脆又响亮，交织在一起，充满了生命力。沈燕洲瞬间僵在原地，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惊喜，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很快，医生笑着从产房里走了出来。医生，怎么样？温妹妹没事吧？沈团长，恭喜恭喜，是龙凤胎，母子平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很健康。真的，太好了！谢谢医生，谢谢医生。我能进去看看他们吗？可以，进去吧，动作轻一点，产妇刚生完孩子，需要休息。沈燕洲快步走进产房，一眼就看见温玉英虚弱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额头上还挂着细密的汗珠，看着就让人心疼。在她身边，两个小小的婴儿被包裹在柔软的襁褓里，一个闭着眼睛，小嘴微微张着，呼吸均匀；一个挥舞着小小的拳头，模样可爱极了。沈燕洲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轻轻握住温玉英的手，眼眶瞬间红了。英英，辛苦你了，你太棒了。不辛苦，你看他们多可爱，一个像你，一个像我。
温玉英生下龙凤胎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部队和家属院，大家都为这对小夫妻感到高兴，一波又一波的提着鸡蛋、红糖、小米来看望。叶团长和张艳菊也来了，张艳菊手里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羹，脸上满是愧疚。除了家属院的人，沈燕洲的战友们也纷纷赶来道喜，还带来了给孩子的小礼物，有手工做的小木枪，有绣着吉祥话的小襁褓。沈团长，恭喜恭喜！一下子得了2个小宝贝，真是大喜事。以后咱们部队又多了2个小接班人。谢谢你们，快坐吧。太谢谢你们了，还特意给孩子带礼物。温嫂子客气啥？沈团长平时在部队很照顾我们，这点小事不算啥。我们还盼着以后能教小宝贝们打拳呢。温妹子，以前是我不对，我不该听信蒋燕姿的话，不该帮她起哄，更不该误会你。这是我做的鸡蛋羹，你补补身子，希望你能原谅我。过去的事就别提了，都过去了。我知道你也是被蒋燕姿利用了。谢谢你的鸡蛋羹，快坐吧。沈燕洲，恭喜你啊，一下子得了个儿子一个女儿，凑成了一个好字，真是大喜事。谢谢叶团长，以后还要麻烦你多照顾了。日子一天天过去，2个孩子渐渐长大。沈燕洲给男孩取名沈念英，藏着对温玉英的思念；给女孩取名沈思燕，装着温玉英对她的牵挂。沈念英继承了沈燕洲的沉稳懂事，小小年纪就知道护着妹妹；沈思燕则像温玉英一样温柔可爱，总爱跟在哥哥身后，像个小尾巴似的，一口一个哥哥叫着。另一边，刘翠花也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陈老太婆把这个孙子当成了心肝宝贝，每天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对刘翠花也越发疼惜。陈志邦更是把家里的活全包了，不让刘翠花受一点累，陈家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刘翠花经常带着儿子小石头来串门，4个大人围坐着聊天，3个孩子在院子里追逐打闹，笑声传遍了整个家属院。沈念英很有哥哥的样子，会把自己的玩具分给小石头和沈思燕，还会保护他们不摔倒。小石头，给你玩我的玩具车，我们一起玩。谢谢念英哥哥，我想玩捉迷藏，你陪我玩好不好？好啊，小石头，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我当鬼，你们藏起来。小石头用力点头。3个孩子在院子里跑着闹着，温玉英和刘翠花坐在门口的树荫下，看着孩子们的身影，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温妹妹，真羡慕你有一对这么可爱的龙凤胎，念英还这么懂事。小石头也很乖啊，咱们现在的日子不就是以前盼着的吗？是啊，以前从来没想过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多亏了你。小石头，我们去玩捉迷藏吧，我当鬼，你们藏起来。好呀好呀，我要藏在妈妈的书房里。几年后，沈燕洲凭借出色的能力晋升为师长，温玉英则在家属院开了一间小小的书屋。她有文化，性子又温柔有耐心，不仅教孩子们认字读书，还会给他们讲古今中外的故事，教他们做人的道理。书屋成了家属院最热闹的地方，每天都充满了孩子们的读书声和笑声。